王妈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是叶无道？我是。我们现在怀疑你和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连车都没有，怎么可能肇事逃逸？这个人是你吗？这不是我，我没有这样的跑车。这个人只是长得和我很像，你们找错人了。这是叶振山和你签署的认亲声明，我们鉴定过了，这上面的字迹就是你的。这上面明确提到，叶振山将自己名下价值800万的跑车赠送给你，这是伪造的，我没有签过这个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的血液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辆车的安全气囊上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会找你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是我做的，我叫叶振山，是你的父亲。是你，这些证据都是你伪造的。马阿姨也是被你收买做的伪证。是我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弟弟已经被海城武道学院录取了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，我不可能让他去坐牢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你放心，我都打点好了，坐几年牢就出来了。等你出来之后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逍遥快活地过完下半辈子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抛弃了我18年，现在要把我送进监狱，为什么？如果你不是我儿子，我都不会来这里见你。我只想弄明白一件事，你是怎么弄到我的血液的？那不是你的血，我只是让人把换了而已。被告人叶无道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，肇事后逃逸，情节恶劣，依照蓝星联邦刑法第133条之规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检测到符合系统绑定要求的宿主，正在绑定。武道自强不息系统绑定成功。武道自强系统，可是在这破地方去哪里修炼功法？大不了15年之后我再出去修炼，最起码还能有一丝希望。编号4567叶无道，到。典狱长，好像没有床位了。那就送到1号牢房去过渡一下吧。1号牢房已经很久没有住过其他人了，这小子就是个普通人，进去不会被玩死吧？哼，那要不你和上面去说，把我们海城第1监狱扩建一下。叶无道，你的床位是1号牢房8号床位。是。编号4567，拿着你的洗漱用品进去。3天之内把监狱狗则备好，到时候要抽查。你们好。小子，你一个普通人，是怎么进来这个牢房的？你犯了什么事儿？我没犯事，我是被陷害了。现在蓝星联邦的法律很规范，没有一定的本事，打不通这么多环节。是很厉害，叶家，海城市排名前10的家族。叶家，叶海鹏那个老鬼陷害的你？不可能吧？他一个后天巅峰的武者，陷害你一个普通人干嘛？你说的叶海鹏我不认识，是叶振山把我送进来的。你想不想报仇？我当然想，但是我对付不了叶家。叶家算什么？叶海鹏不过是后天巅峰而已。你只要晋升到先天之境，想要对付叶家，易如反掌。后天先天，您说的是武道吗？小子，拜我为师，我助你晋升先天，然后出去灭了叶家，怎么样？胡老鬼，你自己也才后天大成，怎么有脸说帮他晋升先天？胡彦龙，你想找死？就凭你，再吵吵闹闹的，我把你们3个剁了喂狗！您能收我为徒吗？我想跟您学习武道。滚！滚！
秦老是不可能收你为弟子的。18岁了，一点武道基础都没有。但是我这里有一门功法特别适合你，只要你肯学，几年之内你就能晋升到后天之境，对付叶震山那个废物是绰绰有余了。怎么样？考虑考虑。我学。哼。徒弟叶无道，拜见师傅。为师叫胡连峰，外号刀疤胡，乃是后天大成的强者。既然你拜我为师了，我就先给你讲解一下武道的基础知识。武道就是不断超越人体极限，分为断体、后天、先天、宗师4个大境界。监狱里没那条件，为师传你一套万劫铸体诀。以天地为熔炉，以自身为铁坯。修炼者不需要挥汗如雨，只需要在呼吸之间引灵气入体，就能自动淬炼筋骨皮膜。但你根基太浅，光靠呼吸不够，为师先渡你一道暗境，帮你打通经脉。等你在体内养出熔炉种子，就能自行修炼了。等你到了后天小成境界，我需要你帮我去杀一个人。师傅，你后天大成都对付不了的人，我后天小成能对付吗？我对付不了，是因为我出不去了。师傅，您让我杀的是什么人？等你到了后天小成的那一天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来吧，把手伸出来，我帮你凝练熔炉种子。忍着点儿，可能会有点痛。没想到你这身体条件还不错，18岁了，经脉竟然没有堵塞。熔龙种子已经种好了，接下来我传你功法，仔细听好了。人有4害，胃者水谷之害，冲脉者12经之害，膻中者气之害，脑者髓之害是也。恭喜宿主领悟北冥神功。功法你记下来了吗？没记住的话，我再念一遍。没记住。北冥神功不但可以自己修炼，还可以吸收他人功力，但有限制。被吸收功力的人也必须修炼这门功法，否则两功互冲，经脉俱废。哼，这老东西果然没安好心，想把我当炉鼎。咱们走着瞧。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只是感觉有些地方晦涩难懂。我传你的这功法乃是顶级功法，修炼到圆满之境，就能踏入宗师境的大门。这种级别的功法，对于你这种没有接触过武道的人来说，自然难懂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只要记住功法，慢慢修炼，自然就能理解这功法的奥妙。多谢师父赐教。学口诀。你记得怎么样了？记得差不多了，有些地方记得不牢，到时候我再向您请教。那你好好修炼，为师有些累了，先休息一会儿。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来问我。胡老鬼，你还真挺舍得下本钱，竟然把功法全部说了出来，就不怕我偷学？我既然收他为徒了，自然要好好教导，不会有所保留。你要想学，叫我一声师傅。哼，就凭你，也想当我师傅，误人子弟。逗我玩呢？这系统什么用都没有，那我修炼这北冥神功有鸡毛用？您的法北冥神功受到了侮辱，奋发图强，开始修炼。您的功法北冥功感受到您年纪较大，天赋一般，知道只能靠自己。您的功法北冥神功不想被您拖累，励精图治。武道自强，是功法自己有想法了。就这，您的功法北冥神功对的嘲笑感到耻辱，功法熟练度+10，借经验值+1。就不能自己修炼？你要自强啊！您的功法北冥神功受到您的言语刺激，觉醒了自强不息的意志，开始自动修炼。功法熟练电+10伪分钟，境界经验值+1伪分钟。自动修炼，真的被激活了，这完全就是挂机修炼。你还是不够强，你要变得更强。
您的功法北冥神功感受到您的激励，想要变得更强，但是有心无力，进入走火入魔状态，暂停修炼。没事儿，慢慢来，你也不用急，我们一起变强就行。您的功法北冥神功感受到您的激励，有所感悟，走火入魔状态解除，开始自动修炼。功法熟练电加20每分钟，境界经验值加2每分钟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能仅仅是刺激，适当的时候还要给一些鼓励。这系统就是得学会 PUA， 只要掌握好这个度，功法就能不断的加速。师傅啊师傅，希望你别真的打我的主意。熟练度涨得太快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980、1000，来了！功法入门，洗金法髓，1个小时功法入门，这小家伙难道还真是个练武的好料子？这是熔炉种子。您的北冥神功修炼入门，心情愉悦，开始自动修炼。功法熟练电加40每分钟，境界经验值加4每分钟。师傅，我刚才感觉身体痒痒的，是怎么回事？看看你自己身上。这是什么？不用怕，你这是功法入门之后身体洗净法型。那些黑色的东西是你身体里的毒素，这些毒素排出来，你修炼功法的速度会快很多。赶紧去洗洗吧，这房子空气循环不好，这味道散不出去，有点难闻。师傅，这个时间点能洗澡吗？我们这个牢房不用遵守那些规矩，厕所就有淋浴，你去洗就行了。这是监狱的厕所，酒店厕所都没有这个豪华吧？比起看守所那种一条沟，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唉，3个月了，还是第一次这么舒服的洗澡，这真的是监狱吗？师傅，咱们监狱的厕所都这么好吗？你想什么呢？你进来的时候，狱警难道没告诉你1号牢房的特殊性？我们这个1号牢房是只有后天武者才能进来的专属的牢房，不用遵守监狱守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但是也有坏处。有什么坏处？等晚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穿好衣服，等一下吃了饭好好休息。今天晚上可能有行动，到时候我带你去见见世面，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武道世界。真正的武道世界。师傅，都这个点了，狱警怎么没来开门让我们去吃饭？我们吃饭不去食堂，狱警会送过来。3位，吃饭啦！编号4567，你跟我去食堂吃饭。他就在这里吃，你去多准备一份食物过来。吴老，这不合规矩吧？他就是个普通人，怎么能和您3位享受一样的待遇呢？怎么，我说话不好使？我已经收叶无道为徒弟了，以后吃的喝的都要给他安排上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就让你们典狱长过来跟我说。快去，我这份就先给我徒弟吃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是没有吃到晚饭，我把你这监狱都给你拆了。徒弟，吃。你刚刚开始修炼，需要补充大量肉食。武道一途，吃也是很重要的，千万不能饿着，要不然伤身。但凡饿了，你就和我说，我让监狱的人送吃的过来。难道我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？这么大一个肘子，我一个人吃不合适吧？还有那2位前辈呢，他们也没吃呢。秦老已经不吃这些凡间的食物了，这些食物其实也够我们3个人吃了。张汉狂，我徒弟吃这个肘子，你没意见吧？难得你胡老鬼这么客气的和我说话，一个肘子吃就吃呗。我张汉狂也不是小气的人，一个小辈刚刚踏入武道门槛，正是需要补身体的时候，我难道还限制他吃东西？但是我可提醒你，你今天晚上要带他去裂缝的话，你可要护好他，到时候出了事，你可别找我帮忙。哼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的徒弟，我自然护得住。胡老，典狱长让我问您，叶无道既然享受了1号牢房的待遇，是不是也要去裂缝击杀妖兽？哼，你放心，
我会带着他去的。跟你们典狱长说清楚，既然叶无道去了裂缝，那肯定也要按照裂缝的奖赏制度，只要能击杀妖兽，肯定能缩短刑期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们肯定按规矩办事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师傅，裂缝是什么地方？妖兽又是什么？杀妖兽还可以缩短刑期？等今天晚上你去了就知道了。我和你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等一下，我教你一套拳法，到了那里之后，你也要有一定的自保之力才行。先吃饭，吃完了赶紧休息，休息1个小时，我教你拳法。师傅，我还能再吃一点吗？能吃你就多吃。进入断体期之后，经常会饿，有时候要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和肌肉硬扛。练武初期多吃一点，总归是没错的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是穷文富武。不错不错，这么能吃，是个练武的好苗子。让前辈笑话了。这有什么好笑话的？你这不靠谱的师傅说的没错，练武初期就是要多吃。我当初刚步入武道的时候，吃的不比你少。要不是当年营养跟不上，我现在恐怕也已经晋升先天了。先天是那么好晋升的？整个海市的先天界武者，2只手都能数过来。你在后天巅峰卡了多久了？心里没点数？哼，懒得和你说。徒儿，起来，为师教你拳法。我要教你的是8极拳。俗话说得好，文有太极安天下，武有8极定乾坤。8极拳自古就是杀人技，不讲套路，不讲花哨，只讲一件事：怎么最快把人放倒。记住，8极拳的精髓就8个字：崩悍突击，动如崩弓。拳出去，人也要跟着出去，不是你一个人在打，是你全身的力量在打。胡老鬼，你这8极拳练得不错啊，但是这种初级拳法打普通人还行，你要他用这种拳法去对付妖兽，简直就是送死。你懂什么？他现在还没有进入断体期，8极拳是最适合他的，既可以断体，又有一定的防身功能。小子，你师傅不肯教你真正的杀人技，那我来教你几招，你看好了。崩山拳，张汉狂，你脑子有病！他现在连断体境都不是，你教他后天境的拳法，以他这脆弱的体格，能承受得住崩山拳的崩劲儿吗？这拳法你千万别学，这不是武道初学者能学的拳法。哼，什么后天不后天的？我初学武道的时候学的就是这崩山拳。小子，这套崩山拳只有1招，但这1招练到极致，比那些花里胡哨的拳法都管用。武道初期不需要学太多，1拳能打死人就够了。哼，谬论！武道初期就是要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你这崩山拳只管进攻，是拼命的拳法。我的8极拳不仅有进攻，还有防守，还能练底盘，属于全面发展。哼，全面发展有什么用？遇到强大的对手，你弄不死别人，别人就要把你弄死，命都没了，谈什么全面发展？崩山拳入门需要1万训练力，8极拳只要1000，10倍的差距，果然不是一个档次的。你俩吵吵什么？胡连峰说的没错，武道刚入门，学8极拳是没错的，能兼顾断体，全面发展。张汉狂说的也没错，崩山拳虽然是后天拳法，但是断体期也能练，而且有一定的杀伤力，想练就都练。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熟悉一下这2套拳法，半个小时以后进裂缝，这小子你自己看着。好的，钱老。我刚才演练的拳法，你看明白没有？看明白了。那独眼龙教你的崩山拳呢？也看明白了。没看出来，
你还真有点武道天赋。看样子，我老胡的运气还不错。8极拳、崩山拳，你俩能不能学学北冥神功？到了我这里来，一点自觉都没有。你俩看看，北冥神功多努力。您的武技8极拳受到您的刺激，开始修炼；您的武技崩山拳受到您的刺激；您的武技8极拳受到北冥神功的刺激，决定以战养战，脱离宿主，外出寻找对手。您的武技崩山拳受到北冥神功的刺激，决定以战养战，脱离宿主，外出寻找对手。您的武技8极拳遇到1阶妖兽，战役爆发，酣战一场，武技练加50。您的武技崩山拳遇到1阶妖兽，酣战役照例一场，武技练加50。离家出走，打怪去了。小子，你傻笑什么呢？修炼武技可不是修炼功法，你倒是动起来呀！前辈提醒的对，我刚才在消化您和师傅教给我的拳法。不是独眼龙，他到底是你徒弟还是我徒弟？我都不着急，你在这里急什么？他才刚刚武道入门，学习一门新的拳法，不得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吗？你当然不急了，你自己想干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我是看这小子是个不错的料子，不想看他毁在你手上。张汉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胡老鬼，北冥神功有什么用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怎么，你想横插一脚？你别忘了江湖规矩。得，这是你们师徒之间的事儿，和我没有关系，我不说了。果然，胡连峰就是要拿我当炉底。如今只有秦老能压得住胡连峰了。师傅，您刚才和张前辈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我和独眼驴之间的一点江湖纠纷，你好好修炼，其他的事情不用管。等你修炼到了后天小成境界，我自然会和你说的。时间到了，出发。别练了，跟我走。没有钥匙，凭空开锁，这牢房根本关不住他。那他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？坐牢好玩？认证成功。这尼玛犯人刷脸开监狱大门，说出去谁信啊？师傅，咱们竟然也可以这么自由的出入监狱，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牢？除非我们能通过立功减掉刑罚。你要知道，这世界上能关注犯人的不一定是监狱，还有可能是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是有强者镇压着，我们不能出去。但凡敢逃狱，明天就会横尸街头。所以我们要去裂缝杀妖兽，戴罪立功。没错。裂缝是蓝星灵气复苏之后突然出现在蓝星的，裂缝里面是另外一个空间，那里到处都是妖兽。我们去裂缝的任务就是击杀妖兽，不能让妖兽入侵蓝星。杀妖兽能获得减刑，杀一只1阶妖兽减1天，2阶妖兽减2天，以此类推。像你只有15年刑期，1天杀一只1阶妖兽，7年之后你就可以出狱了。这个1阶妖兽好杀吗？你现这个阶段就不用想了，1阶妖兽对应的是断体期，而且一般的断体期还对付不了1阶妖兽。普通1阶匹敌断体大成，厉害的得后天期才行。为师虽是后天大成，也只敢杀1阶妖兽。别听他瞎说，他对付不了2阶，是武技太差。正常的后天期武者就是可以和2阶妖兽抗衡的。哼，你少在这里误人子弟。别的不说，你现在后天巅峰，你敢和地猎兽打吗？地猎兽那是2阶妖兽中的王者，能相相并论吗？现在你知道不能相提并论了。按照你的说法，后天巅峰的对付2阶妖兽的王者，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？懒得和你说。你坐后排。师傅，我坐后排不太好吧？让你坐后排你就坐后排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快点上车。师傅，既然杀妖兽可以减刑，那您为什么说您出不去了？因为你师傅的刑期是个天文数字。就算可以通过杀妖兽减刑，他现在还有900多年的刑期呢。他一天杀10只2阶妖兽，这辈子都出不去了。
就你话多，就你知道的多。你为你老婆报仇，杀了一家8口人，你现在还有300多年刑期，你以为你这辈子就能出去了？哼，我能出去的机会肯定比你大。既然通过杀妖兽的方式很难离开监狱，为什么还要去裂缝冒险呢？梦想总是要有的，而且杀妖兽除了能减刑，还能获得积分。积分可以兑换修炼资源，资源可以帮我们提升境界。如果我能晋升到先天境，说不定还有出去的机会。这里哪有什么裂缝？谢谢师傅。别说话。什么人？第一监狱秦天龙带队进入裂缝。口令：夜无声，听风。这些人藏在哪儿的，我根本看不出来。继续走。我先下去了，你跟紧。这就是裂缝。行了，别闭着眼睛了，我们到了。师傅，刚才那是什么？这里就是裂缝世界，感觉和蓝星没有什么区别啊。没什么，空间裂缝而已，也是蓝星进入裂缝世界的入口。唉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想要休息一会儿，师傅。说实话，平时休息时想刷高质量好看的中长视频，根本不用到处翻，直接去抖音精选 M 就行，里面全是优质的 AI 动画内容，而且界面干净流畅，一刷就停不下来。想看更多同款动画内容，来抖音精选就够了。行了。徒弟别休息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先去驻扎点领取武器，然后去峡谷。师傅，那个营地是我们蓝星的驻扎点吗？那为什么我们从蓝星过来会落在这里，而不是直接落在驻扎点里面？为什么不把驻扎点直接设置在降落的地方？万一降落的地方有妖兽，那不是完犊子了？这里是海城驻扎点，每次从空间裂缝进来，降落的地点都是不一样的。一般都在我们这一片空地方圆100米的位置。为了防止进来的人挤到别人或者撞到别人的兵器造成误伤，驻扎点离降落地点会有100多米的距离。至于妖兽，你不用担心，驻扎点附近的妖兽早就被清空了。驻扎点每天都有人在周围巡逻，基本上不会出现妖兽。师傅，这里的警戒为什么还没有蓝星那边严格？能来裂缝世界的都是来杀妖兽的。驻扎点的守卫只要看到进入营地的不是妖兽，基本上不会管。蓝星的那些暗哨是为了防止无关人员靠近悬崖，同时防止妖兽通过裂缝钻到蓝星去，所以蓝星的守备力量比这里强上很多。师傅，怎么了？我要带你注册一个除魔卫的身份，要不然你杀了妖兽得不到奖励，而且你需要有除魔卫的身份才能去兵器库租借兵器。你跟我走。等一下再去找秦老他们会合。除魔卫是什么？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身份，在裂缝世界行走的身份，也是你获取奖励的必要身份。如果你杀的妖兽足够多，你获得的荣誉足够多，你甚至能在蓝星横着走。顶级除魔卫是凌驾于蓝星联邦之上的存在，要不然你以为监狱里的那些狱警会对我们那么客气？虽然我们是囚犯，但我们也是除魔卫，我们只是有刑罚在身，不能在外面自由行动。当然，如果你杀的妖兽足够多，所有的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。甚至可以给你换个身份，让你当个联邦议员，前提是你有那个能力。走，师傅，注册去。新人报到，领取记录器。姓名、联邦身份号码。业务到，身份号码是 LXCH6520215545。你是普通人？这是我徒弟，我带他。白银除魔卫，后天大成，倒是能带人猎杀妖兽了。
但是我提醒你一下，不要去峡谷那边，那边都是2阶妖兽，你们去那里会很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们队伍里还有一个黄金除魔卫。业务到，恭喜你成为黑铁除魔卫。除魔卫击杀1阶妖兽获得1积分，击杀2阶妖兽获得2积分，以此类推。获得1000积分，可以来我这里换取青铜除魔卫的勋章。你是海城第1监狱的犯人，还有15年刑期。获取5475点积分后，刑期自动清零，积分不变。除魔卫勋章内有记录仪，你杀的每一只妖兽都会被记录在案，同时获取相应奖励。如果除魔卫勋章丢失，可以来我这里补办。不佩戴除魔卫勋章击杀妖兽，不能得到任何奖励。5000多只1阶妖兽。果然是拿命换减刑。师傅，你有900多年的刑期，那岂不是要30多万积分才能出狱？我在海城监狱6年了，也才死记犯到黄金除魔卫，都还没有现在击杀妖兽的速度，得50年后才能出狱，我恐怕是活不到那个时候了。所以我说我这辈子都没法出去了，除非我能晋升到先天境，增加寿元。那秦老有多少年刑期？您说的黄金除魔卫，说的就是秦老吧？你不要打探秦老的事情，我就算知道，也不能和你多说。如果秦老愿意告诉你，你就听着。我只能告诉你，秦老的刑期比我和张汉狂加起来的还要多1倍。说实话，平时休息时想刷高质量好看的中长视频，根本不用到处翻，直接去抖音精选 M 就行，里面全是优质的 AI 动画内容，而且界面干净流畅，一刷就停不下来。想看更多同款动画内容，来抖音精选就够了。不过秦老杀妖兽的速度也很快，秦老应该快要晋升到钻石除魔卫了。钻石？那得8、9、10万积分了吧？秦天龙到底干了什么？那张狂前辈呢？他只有300多年刑期。应该快出狱了吧？他一天大概能杀20只2阶妖兽，大概也有个8000多积分了吧。按照他的速度，他是肯定能出狱的，有个10年就能出去了。其实1号牢房以前还有好几个人，有几个人提前出狱了，有几个人死在了裂缝世界里面。秦老应该是1号牢房里待得最久的人。我听以前1号牢房的人说，秦老在1号牢房待了得有10年了。这里是兵器库，用积分可以租借购买兵器，但是不能带出裂缝世界。你就别进去了，租借兵器都要积分，你现在没有，进去了反而扰乱心事。等你什么时候晋升到了断体期，我再教你一套刀法。我去把我存放的兵器取出来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。师傅，你怎么不借一把枪？拿着钱杀妖兽，不是更快吗？妖兽再强，难道还能挡得住子弹和炮弹？哈哈，你看整个驻扎点，有谁拿着枪吗？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只有守卫可以用枪？我们这些除魔卫不能用枪？可是，除魔卫的初衷不就是为了消灭妖兽吗？有强大的火器不用，为什么非要用冷兵器？不是不让用。是用火器很危险，一旦开枪，枪声就会把妖兽吸引过来。不管是什么枪，不管是多好的消音器，都没有用。以前蓝星联邦刚刚发现裂缝世界的时候，就是用枪杀妖兽，结果蓝星联邦死伤惨重。走吧，去找秦他们。原来是把枪声引来成千上万只妖兽，这裂缝世界果然和我们那里不一样。秦老，久等了。办好了，都办好了，那就走吧。导航设置好了，路线有点偏，往左一点，直走，右转。8级全入门了，不光自动修炼，出去干架居然还能加熟练店。再过2个多小时，断体境就能到了。但这么快晋升，身边坐着3个老江湖，会不会？徒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想到一些不开心的事，在想叶震山陷害的事。对了，我一直忘了问，你也姓叶，难道你和叶家有关系？我是叶震山的私生子。你是叶震山的私生子？那叶震山为什么把你送进监狱？叶震山的儿子叶明远撞死了人。警察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是叶震山的私生子。因为我和叶明远长得像，所以叶震山制作了假证据，收买了证人，让我顶替叶明远坐牢。这叶震山也真不是个东西，以叶家的手段，随便找人顶替就行了，还有必要把你这个私生子送进监狱？你难道不知道，叶海鹏虽然只有叶震山这一个儿子，但是因为叶震山很不成器，所以他一直看不上叶震峰。
为了叶家，所以叶海鹏想尽千方百计让叶振山和李家联姻，最后叶振山娶了李家的3女儿。我和叶海鹏打过交道，也见过叶振山1次。这叶振山就是纯粹的妻管严。你想想，叶海鹏就叶振山这1个儿子，结果娶了李家的3女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哼，这叶海鹏也是个老狐狸，知道叶振山没出息，所以去攀附李家。李耀祖可是先天入门的高手，叶振山只要不和李家3女儿离婚，叶家起码不会在他叶海鹏死了之后崩塌。再加上叶振山和李家3女儿有1个儿子，就算叶家被李家吞了，或者叶家被仇家盯上了，这个叫叶明远的小家伙起码不会有事，留个叶家血脉在世上也不亏。小子，你这仇怕是有点难报啊。张前辈，你说我这仇难报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晋升到先天还报不了仇？哈哈哈，你小子有抱负是好事，但是先天可不是这么好晋升的。要是先天境这么好晋升，我也不至于40多岁了还卡在后天巅峰。叶振山是出了名的妻管严，肯定是不想和你有关系。这次叶振山突然找上你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老婆要用你这个私生子顶罪。你要想报仇，除了对付叶家，还要对付李家。这2个家族可都是大家族，在海城能排进前10。你要想报仇，就算是先天入门恐怕都不行，得有先天小成的实力才行。我这辈子只要活着，就一定会报这个仇。一个叶家已经够难了，再加1个李家，先天小成，我到底得变多强才够？到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不能开车去了，前面就是大峡谷，我们先过去，你在后面跟着。峡谷那边有个大坡，你不要下去，就在上面看着。秦老说的你记住没？这就是后天境的速度，快到像汽车，留下的脚印能裂开地面。这就是妖兽，狼比老虎还大，仰长着圆角，还好都不是人形，还是兽类该有的样子。秦老，他一个人杀进去了，周围10几只妖兽围着他，7、8米高都能跳上去，枪尖上还附着什么东西？断体炼身，后天炼劲，先天炼气，宗师炼神。枪尖上那层白色就是气，这就是先天境。真后悔没带一副望远镜过来。喂，小子，你在这儿站着干什么？我师父让我在你这里等他。等人？你自己怎么不去杀妖兽？我今天才刚修炼武道，还没有入门。师父说带我来见见世面。今天才修炼武道，你师父就敢带你来裂缝世界？你师父可真够胆大的。你师父是谁？我师父是胡连峰。胡连峰，刀疤虎。是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这个狗贼的徒弟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小子，要怪就只怪你自己命不好，拜了胡连峰为师，还遇到了我们。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们是我师父的仇人。仇人？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抢走了我4道门的刀法秘籍，我们早就想找他算账了，只可惜这狗贼已经后天大成了。我们不是对手，没想到今天能遇到你，这也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。我就先杀了你，拿你给我师弟祭天。这尼玛叫什么破事？搬师傅名号挡灾，反而惹来更大灾祸。4道门连胡连峰都对付不了的小门派，但也不是现在的我能打的。福祸相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和你们拼了！就凭你！别追了，以他凡人的身体强度，这个高度摔下去，必死无疑。胡连峰在这里，我们马上走。要是让他发现了我们把他徒弟逼落峡谷，我们4个人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是，门主。夜武道！
识丧失，身体多处骨折，体内气血混乱，有几处经脉受损。秦老，他怎么样了？徒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从山坡上摔下来了？我遇到了4个自称4道门的人，他们说要杀了我，为他们师弟报仇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往山坡下跑。我也没想到，这山坡这么陡，我才走了2步就直接摔下来了。是不是3男1女？3个中年男人，1个老年女人。妈的，老子去弄死他们！哼，你自己造的孽，你徒弟买单不是很正常？先别说那么多了，你俩先把他送到驻扎点的治疗室去。他这情况没有2、3个月，根本恢复不过来。这事儿也怪我没和你说，不要随便乱说为师的名字。为师这些年闯荡江湖，结了不少仇，仇人很多。原本只是想带你过来见见世面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小张，你先送叶无道去驻扎点。老胡，你留下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本来还想找师父救命，结果差点把命送掉。我知道你收叶无道为徒是想干什么，但是以你后天大成的境界，就算成功了，也只能晋升到后天巅峰而已。你就算晋升到后天巅峰，恐怕也出不去监狱，更别说报仇了。这小子天赋还算不错，将来成就必定在你之上。你不如换一个角度想想，让这小子替你去报仇，或许更好。而且你没注意到吗？这小子应该是知道北冥神功有什么用处了。当然，这是你们师徒俩之间的事儿，我也不好掺和，只是给你一个建议。秦老，您的意思是叶无道有晋升先天的潜力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先天之境不是那么好晋升的，但是他确实有机会。秦老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那我先去看看这小子。师傅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裂缝那边，返回蓝星的裂缝，在小池塘边上。师傅，为什么不把驻扎点设置在裂缝这里，还派人守着？不是分散兵力吗？这空间裂缝会时不时的缩小变大，驻扎点如果安置在裂缝边上，会把驻扎点的帐篷和设备吸进去。裂缝是不可控的，有时候会变得很大，甚至能把整个驻扎点都吞进去，所以只能把驻扎点设置的离裂缝远一些。对了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我在峡谷那边看到还有一些穿着囚服的犯人，也就是说，第一监狱应该不止我们1号牢房的人进入裂缝世界。那为什么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到其他牢房的人出来？还有，为什么要晚上过来啊？我们行动不受限制，为什么不能白天过来？你还观察得挺仔细的。其实峡谷那边那些穿着囚服的犯人，并不是第一监狱的，是其他监狱的。海城一共有10多个监狱，基本上每个监狱都有类似于我们1号牢房这样的牢房。海城第一监狱也有其他凡人在裂缝世界，但是他们不在峡谷那边。峡谷那边都是2阶妖兽，没有后天境的修为，过去就是找死。而第一监狱只要是后天境的犯人，都会安排在1号牢房。所以海城第一监狱其他牢房的犯人都是断体境，他们不在峡谷那边。至于我们从第一监狱出来，为什么没有遇到其他人？这就要说到1号牢房的特权了。我们1号牢房是8点出发，其他牢房都是9点出发。至于你说的为什么只有晚上过来，这其实和裂缝世界有关系。白天的时候，裂缝世界的妖兽会出来觅食，那时候会有大量妖兽从聚集地走出来，所以白天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从裂缝世界撤出去。你看到峡谷那些巨大的探照灯了吗？那些灯就是为了吸引妖兽注意力的，让妖兽以为峡谷是白天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费功夫去找妖兽了。那为什么要进来杀妖兽？只要妖兽不来入侵蓝星，不就行了吗？一是为了防止妖兽入侵，我们必须控制它们的数量；二是因为妖兽浑身都是宝，肉能壮血，皮骨炼丹，还有灵药能辅助修炼。所以蓝星联邦才会进入裂缝世界来开发这个世界，要不然你以为蓝星联邦的那些议员吃多了撑的，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就为了防止妖兽入侵蓝星，没有好处的事儿你会干嘛？不过据我所知，目前为止蓝星对裂缝世界的开发还不足1/1000。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裂缝世界的最边缘，危险程度相对较低。传闻有宗师级别的强者跨过峡谷，想要进入裂缝世界深处，结果付出了2死8伤的代价才逃回来。等伤好了，我一定再来。师傅，这是哪儿？我们得走一段路了。这次落定点在我们来时的另一边。海城这个空间裂缝就这一点不好，会随机传送到悬崖两边的沙滩上。如果运气不好，车停在一边，而回来的时候降落在另一边，就需要绕很远的路。我只能抱着你走了。这移动病床在沙滩上推不动，你要是哪里不舒服，你就说。师傅，
麻烦您了。麻烦什么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空间是3维的，但是空间裂缝是2维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在空间裂缝的正面看到裂缝，在空间裂缝的背面是看不到的。就像你的衣服，撕开了一个口子，你能看到衣服后面的情况，但是你在沙子上挖一个洞，你是看不到沙子后面的，因为沙子后面还是沙子和土。要不然，你以为这么大的裂缝，为什么只有密林里面有守卫呢？徒儿，为师问你，你知道北冥神功的真正作用吗？师傅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现在已经是北冥神功入门了，能看出来也很正常。你大大方方的说就行了。你就算知道了，我现在也不会提前对你动手。没错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以少松取人内力而处之于我气海，为逍遥正宗北冥神技能之。取一分，助一分，不懈无忌，愈积愈厚，有北冥天池之巨闷，可覆千里之坤。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北冥神功可以吸人内力，强大自身的功能。不过功法中最后的几句，你如果不告诉我，我也没那么容易猜到你的目的。你说的是功法警示，然敌之内力若胜于我，则海水倒灌而入江河，凶险莫甚。甚至是以凡曾修习内功之人，务须尽忘己学，专心修习心功。若有丝毫混杂岔乱，则两功互冲，立时癫狂呕血，诸脉俱废，最是凶险不过。这2句功法警示的大概意思，应该是不能吸收内力比自己高的人，也不能吸收修炼其他内功的人，只能吸收同样修炼北冥神功之人的内力。我妈跟我说过，这世界上没有人会对你无缘无故的好。我没想到你在功法领悟这方面竟然还有这种天赋。这2句话夹在功法口诀中，我当初第一次接触北冥神功的时候都没有想明白这2句话，还是后来我师父告诉我的。也难怪秦老会说你以后的成就必定在我之上。秦老，秦老说让我自己看着办。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？说实话，您教我武功，我很感谢您，但是我还要去报仇。您如果真的要拿我当炉鼎，我肯定不会坐以待毙。人之常情。我也和你说实话，我确实想吞掉你的内力，但总之又说过，就算吞了你的内力，我也到不了先天。我70多了，活到100多也就到头了，出不去了。秦老说你武道天赋不错，我相信秦老说的，所以我改变我的想法了。我想让你帮我去报仇。您的仇人是您说的那个后天小城的敌人吗？不是，那只是我骗你的。我胡连峰这一生做事从来不留遗憾。一个后天小城的武者，我绝不可能留着他，也不可能把他记在心上。弱者不配成为我的敌人。我的真正仇家是海城所有家族中真正的霸主张家。当年我晋升后天大成，意气风发，却无意间得罪了张元林。张元林这个畜生，不顾江湖规则，杀了我一家6口人。为了报仇，我杀了张元林他老婆家里30口人，然后我主动投案自首，进入了海城第1监狱。我知道，只有这样才能躲过张家的暗杀。他张家就算再牛逼，也不敢进海城第1监狱来暗杀我。毕竟监狱体系关系着裂缝世界，是有宗师境强者关注的。这个张元林是什么修为？哼，张元林他不过是后天小成而已。真正可怕的不是张元林，而是张元林的父亲张建业。张建业是先天大成境武者，也是海城所有家族中唯一一个先天大成境武者。在海城，除了除魔卫坛岭能压他一头，其他人看见他都要绕道走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关于秦老的信息。其实秦老也是因为得罪了张家，被张建业亲自送进海城第1监狱的。秦老是以前海城第1大帮派青龙帮的帮主，先天小成的修为，在整个海城那也是横着走的。只可惜张建业率先突破到了先天大成，秦老终究是棋差一招，葬送了青龙帮的基业。你如果能得到秦老的支持，帮我报仇是有希望的，前提是你的武道天赋能让秦老心动。目前来看，秦老还只是对你有所关注，还远远没有达到心动这一步。倒不是怕了，只是在想我要多少年才能晋升到先天大成。你有这个想法就行，但是修炼武道也不能强求，循序渐进才是王道。那您可要活得久一些，到时候等我帮你灭了张家，我再来给您报喜。好，我等着。不过你这仇家貌似有点多啊，叶海鹏的叶家、李耀祖的李家，还有张建业的张家，
这3个家族可都是海城排名前10的大家族，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，一步一步来就行了。这个我知道的。答应胡连峰对付张元林，就等于得罪了张家。没有先天大成或巅峰，绝不能去。但有系统在，这一天迟早会到，不会太晚。师傅，您说的那位除魔卫统领是什么人？他们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，一个由宗师境强者组成的群体。他们每个人都是除魔卫的统领，负责镇守空间裂缝所在的城市，并且每1年都会换一个城市镇守。所以，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海城的除魔卫统领是谁。像海城这样的空间裂缝，在蓝星有很多吗？很多，而且每年还在持续增加。这也是为什么蓝星联邦和除魔卫要大力发展武道的原因。我曾经听一位先天境的前辈说过，如果裂缝失守，整个蓝星都会被妖兽占领。当年10大宗师境强者深入裂缝世界，遇到了强大无比的妖兽，可能那一次之后，妖兽也发现了我们，只是暂时还没有入侵蓝星。万一哪一天妖兽真的入侵蓝星，这对蓝星所有人来说将是一场噩梦。比宗师境强者还强的妖兽，那是什么境界的妖兽？你就别想那么远了，天塌了有个高的顶着。我听秦老说过一嘴，现在已经有宗师境巅峰的强者在冲至更高的境界了。只是目前为止，好像还没有人成功。宗师境之上叫什么具体不知道，但我一本古籍上看到过武道金丹一词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武道金丹，崩山拳。你这修炼速度有点慢啊！您的武技崩山拳受到您的刺激，越战越勇，武技熟练加20每分钟。这功法还是要鞭挞，不抽不动。现在已经彻底摸清楚系统规律了。未入门时加10，刺激一次开启自动修炼。北冥神功已经入门了，入门后可以直接加40。崩山拳也快入门了，8级拳。你看看人家崩山拳，还没入门，修炼速度都赶上你了。您的武技8级拳受到您的刺激，越战越勇，武技熟练度加40每分钟。您的武技8级拳遇到1阶妖兽，战役爆发，酣战一场，武技熟练度加50。3门功法都已经刺激过2轮了，不能再继续了。之前北冥神功走火入魔那次，就是因为连续刺激3次，白白浪费了1整天的修炼时间。适可而止也是一门学问。今晚就先这样，接下来等着断体境自己送上门就行。叶无道，出去好好做人。你觉得我像坏人吗？宗师境强者，我刚才竟然和一位宗师境强者说好好做人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还没有营业。我当然知道没有营业，也没有人大早上的来酒馆喝酒吧。我来找人，应该不是找你，我找鬼妻。我就是鬼妻。青龙见明月，明月见青天。你就是秦老大说的少帮主。少帮主？什么情况？大师傅让我来找你，没说让我当什么帮主啊。帮主前段时间和我说过了，你要是想当帮主，我就把青龙帮的帮众重新聚拢；你要是不想当帮主，我只需要给你提供信息就行了。青龙帮现在还有多少人？4大护法死了2个，残了1个，还有1个逃到海外去了。8大护法死了6个，1个没了腿，1个躺在医院。10大堂主当年全部战死，1个不剩。你说的这些人不是死就是残，那不就是相当于没人呗？我不是人吗？正式介绍一下，在下李怀，外号鬼妻，是青龙帮的军师。哦，原来你是军师，难怪你一点修为都没有。不是没有修为，而是修为被废了。想当年我也是后天大成，只不过和张家那一战之后，我经脉寸断，这辈子没法再修炼了。所以现在青龙帮在海城就你一个人？那倒不是，我刚才说的那些人都是以前青龙帮的老人。你如果要重建青龙帮的话，我这些年还培养了一些新人，只不过这些新人没有帮主的任命，只能被称为帮众。要不然你以为你要的那些功法是谁给你找来的？我现在就是一个凡人，去哪里给你找那些功法呢？加上我，一共10个人。你别看只有10个人，这都是我这10年来精心挑选出来的。每个人都有后天期的修为，当然我不算，足贵精而不贵多。 9个后天境，在海城也是一股不小的实力了吧？哼，你自己没有重组青龙帮的想法？这间酒吧不就是新的青龙帮吗？那下午你把人叫过来，我看看。现在先把资料给我。这些都是秦老大让我收集的资料，叶家、李家、张家的所有信息都在里面。刘家因为在魔都，我查到的信息有限。另外，我还查到了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。你还把我的车祸真相还原了？不是你的车祸。
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份资料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在调查叶家的时候，发现叶振山的老婆李艳华在13年前给一个人打过一笔300万的巨款。本来想着调查一下李艳华是不是在外面包养了男人，没想到这一查到了你母亲的案件上面。你母亲当年的车祸就是李艳华买凶杀人，而且买凶杀人的手段并不高明，只不过被叶家和李家把这件事压下去了。李艳华、叶家、李家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宗师境，18岁的宗师境，青龙帮有救了！把你能召集的所有人全部召集过来，今天晚上出发叶家和李家。叶家修为最高的人是叶海鹏，后天巅峰的修为，我只给你们一个任务：今天晚上不能放走叶家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一条狗也不行。等我处理完叶家，你们再跟我去处理李家。您放心，我们这边也有后天大成的武者，挡住叶家其他人不是问题。青龙帮虽然陨落了，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对付一个叶家还是不成问题的，只不过我们这边要不要和除魔卫那边联系一下？武道界的事情，治安局是不管的，但是除魔卫那边会管。不用，你拿着这个除魔卫勋章去除魔卫守卫军那边，你就告诉他们，今天晚上我要去叶家、李家和处理一些事情。黄金除魔卫勋章，编号009，是真的。你们现在手上还有多少钱？这点您放心。当年青龙帮虽然输了，但也只是丢了地盘而已，资产并没有多大的损失。早在张家对我们动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青龙帮所有资产全部转移了。这些年，我用青龙帮的资产做了一些投资，把青龙帮的资产扩大了10倍。如果要打金融战，整个海城所有家族加起来也不够我打的。好，今天的金融市场上，我要看到叶家和李家哀鸿遍野。小意思。我还有点小事要去处理，你忙你的。晚上7点，在这里集合。对了，把当年给我母亲办案的那个治安员信息发到我手机上面。师傅去海城阳光孤儿院。你要去的是哪个海城阳光孤儿院？以前只有一个，10个月之前开了一家新的。你看你去老的还是去新开的？去原来那家吧。你是以前孤儿院的孩子吧？我听说现在老孤儿那边都没有孩子了，都搬到新孤儿院去了。不过你去老孤儿院看看也挺好，听说那里马上就要拆迁了，看一眼少一眼喽。刘进，海城市治安局副局长，13年，从分局副队长爬到总局副局长，3级跳。叶家和李家给了你不少好处吧？谁呀？福爷爷，是我，吴道，你出狱了，出来就好，出来就好，来，快进来。哎，我也是听你王妈妈说你撞死了人，坐牢去了。我那天还在说呢，吴道你这么听话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撞死人之后逃走呢？你是不是被冤枉的，所以提前出狱了？法官发现人不是我撞的，就把我放出来了。王妈妈呢？你王妈妈他们都去新孤儿院了，这里马上就要拆迁了。而且我这一把年纪了，跟着去新孤儿院也不好，我就在这里等着拆迁，也算是我送他最后一程了。福爷爷，您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干什么的？我来找王妈妈。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王妈妈，你找错人了。我找王翠花。哦，你找王院长啊？你给王院长打个电话，让他出来接你。麻烦通报一声，叶无道。无道，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王妈妈，我们阳光孤儿院那边拆迁了，所以搬到这里来了。也幸好有人愿意投资我们，现在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。吴道，这次回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找马香兰。你马阿姨今天休息，要不你明天再来。王翠花，我提前出狱，你好像一点都不高兴啊。
王姐，刚才我听孩子们说有人来了，是新的投资人吗？你不是说他今天休息吗？项链，快跑！马香莲，好久不见啊！我想，我们应该好好聊聊。你要聊什么？聊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吴道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哼，我被陷害入狱的事情，你应该也知情吧？哼，难怪那个时候你和我说，要是真犯了事，就大大方方的承认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我还以为你是在鼓励我呢，我没想到你是在给我心理暗示。什么陷害？我不知道。没事，你不知道，我等一下会让你知道的。我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2个小时之后我听不到我想听的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本来不想对你动武，你要是不配合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说，都是香莲让我做的。他说叶家的人找到他，只要让你代替叶明远去坐牢，就能给我们一大笔钱，还能帮我们拉来投资，让我们换新的孤儿院。王翠花，你是真的不要脸！明明是你找老娘，让老娘去做伪证，现在你还反过来倒打一耙。叶家给了1000万，你拿了300万，我只拿了200万，孤儿院拆迁的钱也全部被你们分了，老娘1分没见到。院长也是你在当，老娘干的还是打杂的活儿。现在你让老娘来背这个锅！说钱被你们分了，这个你们是谁？叶家给了你俩1000万，让你俩陷害我。王翠花拿了300万，你拿了200万，还有500万哪儿去了？没什么。看样子，你也想尝尝窒息的感觉。是王府把叶家的人带到孤儿院里面，他偷听到了叶家人和高进的聊天，极力的劝说我们，让我们诬陷你。这样，我们不仅能获得一笔巨款，还能让孤儿院的孩子们过得更好。孤儿院拆迁的钱我也没拿到，所有钱全部都被王府拿去了。他抓住了我俩的把柄，说自己年纪大了，需要更多的钱养老，否则的话，他就去治安局自首，让我们3个人一起完蛋。他守在老孤儿院，就是想看着孤儿院被拆迁，然后及时拿到剩余的尾款。王府，所以陷害我入狱的事情就是你们3个一手操办的。王院长，他不说，你来说吧。是的，叶振山答应我们1000万，还给我们建造新的孤儿院，还帮我们拉来投资，让孩子们的生活条件更好。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才会做伪证。好一个都是为了孩子们，为了孩子们就可以陷害我、出卖我，让我去坐牢。我如果不是命好提前出狱，你猜15年之后我会是什么样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孩子，我在孤儿院喊了你13年妈妈，难道我不是孤儿院的孩子？看在你养育我13年的份上，我今天不取你性命，只断你1指。断你这1指，是让你牢记，不要为了钱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你要知道，这些孩子们，要么是被父母遗弃的，要么是父母出了事，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孤儿院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把孩子们当成你敛财的工具去。至于钱的问题，你不用操心了。我稍后会让人打一笔钱到监管账户上面，用于孩子们的教育、生活开支。虽然你不是始作俑者，但也是因为你做了伪证，让我进了监狱。不，吴道，我错了，你饶过我这一次。我也不杀你，但是我会剪断你的舌头，让你这辈子没法再乱说话。我要让你这辈子都记住，诬陷别人是什么下场。鬼妻，给阳光孤儿院的监管账户打一笔钱，专款专用，用于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开支。另外，找到王福，他不在老孤儿院了。这老狐狸拿了500万，不会等在那里让我抓。这小子怎么这么快就出狱了？那2个臭娘们儿不会把我说出来吧？不过，就算他们说出来了又如何？一个毛头小子而已。我现在可是身价1000万的富豪。那小子就算知道是我在后面出谋划策又如何？我现在住的这地方，他连进都进不来。不过这右眼皮老在跳是怎么回事？等拆迁款到了，
我马上就离开海城。万一叶无道这小子要报复我，他在暗，我在明，还真不好防范。原来你也知道我在明，你在暗。你这个死老头子，可真不是一般的奸诈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吴道，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王翠花和马香兰和你说了什么？你千万不要听那2个老娘们瞎说，你被叶家陷害的事情和我没关系。你怎么知道我来找你是为了这件事呢？你别乱来！我告诉你，杀人可是犯法的，我这里到处都是监控，你杀了我，你也逃不掉。多谢提醒。吴道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我不该听信叶家的谗言，怂恿王翠花和马香兰做伪证害你，我猪狗不如，大人放我一马吧。山啊，山高兴了，说不定饶你一命。叶无道，你不要逼人太甚，就算你是先天境强者，我也不怕你。我背后站着的可是京城王家，就是王平城王宗师的家族。王平城不认识，不过你要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也找个好点的借口吧。你今年都79了，以你这个年纪，最多也就是宗师的孙子。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宗师的孙子会一点修为都没有，而且还被逐出家族。海城离京城有3000多公里，你就算再不济，也不会被发配到海城来吧？天天不知道在哪儿看了一些宗师的新闻，在这儿跟我装大尾巴狼。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可以给你一件绝世珍宝，据说可以助人突破到宗师之上。宗师之上，你知道什么是宗师之上吗？道听途说了一些武道传闻，就在这跟我胡扯。你一点武道修为都没有，你怎么知道那东西能助人修炼到宗师之上？还有，胡扯的时候麻烦你认清自己好吗？你在阳光孤儿院当了几10年保安，从哪儿能弄到这么好的绝世珍宝？谁说我没有？你知道张三丰吗？张三丰有一个再传弟子，名为王宗卫。王宗岳是我的12世先祖，我这绝世珍宝乃是先祖从张三丰手中获得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只不过到了我爷爷那一代，已经失去使用的方法了。你爷爷都用不了的东西，你觉得我拿着就能用？想要保命，你也要找个好点的理由吧。我把这件宝物给你，你能饶我一命吗？那得看你拿出来的东西能不能保住你的命。你要是拿一块破石头出来，然后告诉我是绝世珍宝，你觉得我会饶过你吗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。就是这个，拿近点我看看。这就是我王家的传家宝，我把这戒指给你，你能不能饶了我？毒药，精神力，你不是先天境，你是宗师境，怎么可能？宗师境又如何？这毒是痴心草炼的，你绝对扛不住。18岁的宗师天才，现在臣服于我，我定期给你解药。你说宗师境扛不住噬心草，那不知道宗师之上能不能扛得住呢？宁夜景，不可能，假的都是假的。我扛住了噬心草的毒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扛住。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？能帮人晋升到凝液境？没有戒套，摸起来冰凉，材质有点特殊。储物戒指，我一直以为这东西只存在于游戏小说里，没想到真的存在。王宗岩、张三丰、王福在这件事上倒是一个字都没有说谎。太极心经，吴王宗岳早年间获奇遇，掉入山洞中，得一蛙石中乳液。王家后人得此功法，不得强行冲击境界。谨记，这王宗岳天赋确实一般，如果没有石中乳液，恐怕很难晋升到凝液境。但是手中这本太极心经可是好东西，这本太极心经或许可助3位师傅一臂之力，还有这5瓶石中乳液，大概率能让2师傅和3师傅晋升到先天境，让大师傅冲击宗师境。而且我自己也需要把太极心经融入到万荣诀中。半个时辰，太极心经运转100周天，功法入门。李成化创立的万法宗，不就是在收集天下武学功法吗？或许处理完海城的事情，我应该去万法宗走一趟。好枪，这古人炼制出来的兵器果然是不一般。
枪尾刻着玄铁2字，玄铁打造的兵器吗？3把玄铁兵器，每一把都远超云铁武器。现在有了储物戒指，想带兵器出门就方便太多了。4年了，局长背后是张家，我这副局长再待下去也是到底了。除魔卫那边又不让空降，进来。你是什么人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叶无道，我父亲是叶振山，我母亲叫吴娟。今天来找你是想向你请教一下当年我母亲车祸案的办案细节。先天境，你才多大？怎么可能？现在能聊聊了吗？你问吧。我母亲当年的车祸是人为还是意外？人为的。是叶振山吗？根据当时我们查到的信息来看，那个货车司机应该是收了钱，然后撞死了你母亲。至于是谁出的这个钱，我们后面也没有调查了。你也知道，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分局副队长，上面让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你的意思是你上面的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你说的这个上面指的是谁？叶家和李家同时出手，有的是人愿意为他们效力，这些人也没有出面，只是在办案过程中给我们开一些绿灯而已。我收了叶家的钱，按照他们的指示办案，剩下的不用我管。看你这样子，似乎对当年篡改我母亲车祸案件的真相很不在意啊。实话和你说吧，当年就算我不办，也会有人办。其实我当年也深入调查过，叶家为什么要杀你母亲。你母亲如果不是自己找死，也不会落得那个下场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叶家买凶杀人，我母亲是个受害者，反倒有过错了。当年你母亲穷得没招了，就找到叶振山，想要让叶振山出抚养费，结果这件事正好被李艳华撞上了。你母亲没错，但是她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去找叶振山。你母亲只是叶家的一个保姆而已，她就不该和叶家这种家族有瓜葛。虽然她生下了你，但那是她自己的选择，她就应该自己承受这一切的后果。你说的这话可真有意思。叶振山把我们母子逐出叶家，我母亲独自一个人把我拉扯大。我母亲问要抚养费，怎么了？当初那个时候，叶振山明知道和我母亲没有结果，就不要让我母亲生下我。我还以为你知道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呢，原来你不知道。什么真相？当年叶振山喝醉了，强暴了你母亲。叶振山让你母亲去打胎，你母亲不愿意，说这毕竟是他身上的肉，所以叶振山把你母亲赶出叶家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生。你母亲离开叶家之后，独自一人把你生了下来。这件事也是后来我和叶振山喝酒的时候，叶振山喝醉了告诉我的。以我对叶振山的了解，他喝醉之后说的话，大概率是真的。妈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当初要是不生我，也许就没事了吧？谢谢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。应该的。不过，虽然你不是我母亲死亡的罪魁祸首，但是你篡改案件真相，所以我决定断你一手，以示警戒。我要让你记住，有些事情能做，有些事情不能做。这里可是海城治安局总局，你敢在这里对我这个副局长动手，别说你是先天境，就算你是宗师境，你也难逃一死。你不是先天境，你是宗师境，这么强的精神力，你是宗师大成还是宗师巅峰？这不需要你管，你只需要管好你的嘴，否则断的就不只是一只手了。海城的天要变了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妈，你放心，今晚儿子就给你报仇。妈，你知道吗？我因祸得福，在大学里面拜了3位师傅，学了武道。妈，是你在上面保佑我吗？妈，我想你了。你查清楚没有？
这股不明资金背后是什么人？还没有，对方用的都是空壳公司账号，查不到实际控制人。废物！练武不行，经商也不行，你有什么用？爸，我怀疑是有人要对付李家，我们只是受到了李家的连带。哼，李耀祖那个老东西，说是有人要对我们叶家，他们李家受到了牵连。爸，你说是不是张家干的？整个海城能有这种资金体量的，也就只有他们了。不会，李家和张家关系还是不错的，张家不会无缘无故对李家动手。你接着去查，我总感觉有些心神不宁。是。一群废物，被打的股票跌停了，竟然还不知道是谁干的。股票被人家做空，竟然不知道去把市场上的散股收回来，还被对方抢先一步。你们难道看不出来，他们这是要吞掉我们李家？都在这里站着干什么？李家养着你们，是让你们吃干饭的吗？今天晚上李家的股票没有拉升回来，你们也不用回来了。今晚之后，青龙帮正式成立，活下来的人就是新青龙帮的元老，跟着我干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能背叛。金融战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目前叶家和李家的股份已经被我们打下去20%了，再次触发了跌停。我估计今天晚上就能掌控2家公司50%以上的股份，完成控股。这里面是一点石中乳液，你服用一滴，试一试能不能修复你的经脉。有点修为在身，还是要好一些。你也不希望自己成为新青龙帮的短板吧？石中乳液，多谢帮主。这一滴石中乳液让我的经脉断裂的地方修复了1/3。这石中乳液不仅能修复经脉，还能强化经脉。这石中乳液一次只能吞服1滴，1个月只能服用1次。你不要吃太多，否则经脉会承受不住石中乳液的能量冲击。帮主再造之恩，李怀无以为报。日后但有差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用这么客气，好好休息一下。今晚跟我去叶家。今晚不仅是我复仇的日子，也是青龙帮宣布回归的日子。是。废物！1天时间过去了，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。老爷，外面有人求见，对方说他们是叶氏集团的实际掌控人，想来谈谈收购您手上股份的事情。对方是什么人？看着有些面熟，但是记不起在哪里见过。以前应该也是海城有头有脸的人，是个中年男子，他还带着另外9个人。海城的人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在我叶家头上动土。去，把他带过来。还在那里低着头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？还想在外人面前丢叶家的人？你认为对方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但大概率应该不是现在还活跃在海城的势力，要不然马伯不会不认识。海城以前的势力会是谁呢？我叶家这些年虽然也有些仇家，但是都没有这么大的体量啊！你马上联系除魔卫守卫军，就说有人夜袭我们叶家。我记得你前段时间不是跟除魔卫守卫军1大队的那个小队长走得很近吗？和他联系一下。我这就去联系。老爷，人带来了。你是？叶老爷子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11年前叶老爷子70大寿，我还来送过礼呢。青龙鬼妻旗帜近腰，你是青龙帮的人？呵呵，叶老爷子谬赞了，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担不起这赛诸葛的称号。我今天来找叶老爷子，是想和你聊聊你手上的35%的叶氏集团股份。我叶家和青龙帮似乎没有什么恩怨吧？青龙帮的覆灭，我们叶家可没有参与。你如今想要吞掉叶氏集团，做的有点过火了吧？还是说青龙帮想卷土重来，要拿我叶家开刀立威？叶老爷子说笑了，叶家好歹也是海城排名第7的势力，我要想立威，肯定要挑软柿子捏，不会同时对叶家和李家出手。只不过你叶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所以只能不好意思了。所以是你们帮主让你来的？秦天龙这么小气，我孙子只不过和那个野种起了一点小冲突，值得你们这么大动干戈？确实是帮主让我来的，只不过不是秦帮主，而是新帮主。另外，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要不然今天这叶家别墅内，恐怕是要血流成河了。血流成河？就凭你这个废人！我记得你当年挨了张建业一掌，浑身经脉寸断，没死就已经是奇迹了。怎么，带着9个无名小卒过来，就想在我叶家撒野？你真当我叶家没人？
你倒是把你口中这个新帮主喊出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和我叶家作对。就凭这些土鸡瓦语，我自己处理吧。正好，有些事情我要问问叶振山。是你？你不是在监狱吗？你怎么出来的？你敢逃狱？你觉得我需要逃狱吗？所以，今天叶氏集团被狙击的事情，是你干的？就是我干的。怎么了？我要让你亲眼看到叶家是怎么灭亡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仅让你亲眼看到叶家如何灭亡，我还会送你和你爸，还有你儿子一起下去吃团圆饭。放肆！我是你亲生父亲，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？你不要以为傍上了青龙帮，你就可以肆意妄为。你还不知道吧？青龙帮得罪的可是张家，你以为凭你们这些人就能和张家对抗？我劝你最好和青龙帮脱离关系，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哈哈哈哈！亲生父亲，我的亲生父亲杀了我的亲生母亲，还把我送进了监狱，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小。至于你说的张家，等我解决了叶家和李家，我自然会去找张家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你们都逃不掉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杀了你母亲？哦，说错了，你只是帮凶，真正杀我母亲的凶手是你老婆李艳华。你误会了，你母亲的车祸真的只是个意外。你现在带着青龙帮的人离开，我可以让你回归叶家，以后我会像对明远一样对你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是傻子？你要想让我回叶家，这18年你干嘛去了？现在看到我背后有青龙帮，就想让我回归叶家，然后利用我收拢青龙帮的力量。对了，刘进你还记得吧？就是当年帮你办事的那个副队长。所以，你今天带着青龙帮的人过来，就是来报仇的。哈哈哈，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。我不来报仇，难道我来认祖归宗吗？青龙帮的力量还是掌控在秦天龙手中的，你就算让他回叶家，青龙帮的力量也不会落到我们手上。别和他废话了，直接杀！他们只有这几个人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老马，一起上！马伯，辛苦您了。少爷，您放心，这些人今天一个都走不了。老马，我们有多少年没有动过手了？记不清了，怕是有10来年了吧。军师，这个老东西也是后天巅峰，所有人一起上，给我杀！一起上！老马，擒贼先擒王，你去弄死那个小王八！都停吧！你是先天境？不可能！你入狱的时候还是个凡人，怎么可能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晋升到先天境？军师，他真的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修炼到了先天境。新帮主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不要用你们的认知来看待新帮主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你能送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监狱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？其实，今天我本来可以不来，让李怀他们直接灭了叶家就行，但我还是来了。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想亲口问问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对我母亲有过愧疚感吗？其实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想把你和你母亲接过来。但是我就是个废物，没有任何武道天赋，无法修炼。我娶了李艳华，相当于是当了上门女婿。说到底，这些年来都是李艳华在阻止我接你们回来。你母亲车祸的事情，也是李艳华一手操办的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。我每天都很愧疚，每天都很自责，但是我无能为力。哪个男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过那种艰苦的日子？我真不是个男人！啪啪！哭了这么久，一滴眼泪都没有，你这演技还得练啊！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，吴道，
你回来吧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我需要你补偿吗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在哪儿不能过得风生水起？至于你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我其实并不在意，因为我知道，你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让我回归叶家。毕竟，像我这样的先天境，能够帮叶家的整体实力提升好几个等次。以后演戏的时候，心脏不要跳得那么快，这样很容易让别人知道你在说谎。你敢弑父？弑父？你也配做我的父亲？今天来这里就是想听你忏悔而已，也不是向我忏悔，而是向我母亲的在天之灵忏悔。真善！你放心，我这就送你和你儿子团聚，不会让他等你太久。大胆贼人，夜闯叶家别墅，还敢袭胸杀人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帮主，除魔卫守卫军那边今天已经答应过我了，不会有人过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清楚。你们是除魔卫守卫军哪个小队的？我们是除魔卫守卫军1大队4小队，我是小队长吴秋豪。接到叶家的求救，说有武者在叶家别墅闹事，果不其然，遇到了你们这些贼人。你私闯民宅，杀害他人，根据蓝星律法对你进行逮捕，双手抱头，原地蹲下。你确定？我看到你刚才用真气挡子弹了。我知道你是先天境，但是先天境不是你能随意杀人的理由。我数3个数，你现在如果不配合，我将对你采取强制措说。3、2。打电话给海城除魔卫的统领，让他给我滚过来。3分钟之后，我见不到他人，他这个除魔卫统领就不要当了。是。赵晶晶，叶先生让你过来一趟。对了，你顺便叫上除魔卫统领一起过来。李先生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我今天下午怎么和你说的？我说了，叶先生今天晚上要在叶家和李家办点事。结果，现在你们1大队4小队的队长带着人要逮捕叶先生。你说，叶先生是该反抗，还是该束手就擒？什么？李先生，你把电话开扩音，我来和他说。你妈的，找死别带上我！老子今天下午和你说了，今天晚上不准去叶家和李家。你把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，赶紧带着你的人给老子滚回来！是，赵队长是吧？我姓叶，你应该知道我。现在你过来一趟，同时通知现任海城除魔卫统领也一起过来。3分钟之内，我见不到你和海城除魔卫统领，后果自负。是。你们别在这儿愣着了，去找找李艳华和叶明远的下落。帮主，不用找。根据我们情报人员传回来的消息，叶明远在武道学院，李艳华在李家别墅庄园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自刎；第二，被我杀死。你自己选择。你杀了老马和镇山还不够，还要杀我？你这是要让整个叶家灭绝！你别忘了，你身上流的也是叶家的血脉。你这么做，是在欺师灭祖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大逆不道，我就是大逆不道。怎么了？我吃你们叶家1粒米了吗？你说我身上流着你们叶家的血，你有证据吗？哦，我忘了，唯一的证据现在变成尸体了。我只知道我生下来就没有父亲，我父亲早就死了。怎么，你上嘴皮和下嘴皮搭一下，我就是你孙子了？我数3个数，是你自己自刎，或者我帮你。3、2、1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机会自刎了。黄金除魔卫就可以公然杀人了吗？而且还当着我的面杀人。这位叶先生，你是不是太不把除魔卫放在眼里了？还是说，你以为晋升到了黄金除魔卫就能为所欲为？你就是海城现在的除魔卫统领。老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苏前明是也。我没想到大名鼎鼎的009号黄金除魔卫，竟然是一个18、19岁的少年。老夫我今天也是开眼了。你不是说让我过来吗？
说我如果不过来，后果自负。现在我过来了，你当如何？你猜，如果你不过来，会是什么后果？你是宗师境巅峰。你是宗师境巅峰。我是黄金除魔卫，按理来说，我有权调动当地的除魔卫守卫军吧？当然，这是黄金除魔卫的权利。好，那么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第一，叶家和李家杀了我母亲，同为武道界的人，我作为黄金除魔卫，不能帮我母亲报仇吗？第二，我已经让人去了除魔守卫军总部，通知守卫军今天晚上不要来叶家和李家。为什么除魔卫还是来了？我这个黄金除魔卫的权力不好使吗？第三，作为海城除魔卫统领，你统辖的除魔卫出现严重的纪律问题，你这个除魔卫统领应不应该受罚？叶先生说的有理，是我管理疏忽。赵队长，请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除魔会守卫军的人会出现在叶家？叶先生，是我的错，我回去之后马上整改。行了，带着你的人滚吧。还不给老子滚回去！你等着，你看老子回去不扒了你的皮！对了，今天晚上的事情，你们不要对外说，谁要是说出去了，后果自负。叶先生放心，我回去就让他们签保密协议。苏统领，你不会把我的事情说出去吧？叶先生放心，我知道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。行了，你们走吧，我等一下要去李家了，说不定还要去一趟张家。我希望我不会再遇到除魔会守卫军的人。我明白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叶家人丁稀疏，直系人员不多，清理一下别墅里面，看还有没有遗漏的。清理完叶家别墅，马上出发去李家，等解决完李家，再去张家。赵晶晶和苏前明虽然答应了不会把刚才的事情说出去，但是难保刚才的人里面有人和张家相熟，通风报信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今晚干脆一次性解决掉，不等大师傅了。都动起来，别墅内外都搜一遍，别留下后患。通知在李家外围埋伏的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就算是一只苍蝇也别放出李家。是。出发去李家。大伯，李氏集团一直是你掌管的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给我们一个解释吗？解释？我需要给你解释吗？你一个小屁孩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大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靳贤是老爷子指定的集团接班人，等你退位了，靳贤就是新的集团总经理。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影响的是我们整个李家的利益。呵呵。现在公司出事了，知道来找我了。平时让你们来公司开个会，不是身体不舒服，就是家里有事。对呀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大哥，找到那股不明资金背后的掌控者了吗？没找到，我怀疑我们是受到了叶家的牵连。燕华，叶振山那边是怎么说的？他还能怎么说？他还怀疑叶氏集团是受到了我们李家的牵连。行了，都闭嘴！让你们过来是商讨对策，不是让你们在这里互相抱怨。叶家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和叶振山打个电话，让叶家的资产并过来算了。两家资产合并，说不定能和那股不明资金对抗一下。反正等叶海鹏死了之后，叶家也是要并到我们李家来的。哼，那个废物，现在估计正在被叶海鹏骂呢。我今天白天和他说过两家公司合并的事情，他说要和叶海鹏商量一下。我估计叶海鹏还不会这么快就放弃掉叶氏集团。老爷，不好了，有人强闯庄园。是什么人？不认识，是一个年轻人带着10个中年人，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说，咱们这个别墅庄园是李氏集团的产业，他们现在有李氏集团55%的股份，要把咱们的别墅庄园收回去。哼哼哼，我正愁找不到他们呢，没想到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在背后搞鬼，还敢来我李家撒野！所有人备战！
老爷，护卫队的人已经和他们打起来了，但是护卫队的人拦不住他们。那个年轻人是先天境强者，护卫队队长陆剑宇被他一指先天真气射杀了。剩余的那10个人也都不是弱者，好像都是后天境的武者。护卫队和他们正面硬拼了一下，死伤惨重。年轻的先天境，知道是谁吗？大概20岁左右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以前没在海城看到过这号人物。20岁左右，你确定你没有看错？也许是20多岁，反正大概率不超过30岁。是他！你认识他？他是叶震山的那个私生子，前段时间明远撞死了人，我们让他顶罪，把他送进监狱了。爷爷，我记得他。上次裂缝世界采摘灵犀草的时候，他和叶明远起了冲突。他师父是秦天龙，秦天龙为了他，还差点和张建业打起来。所以，就是你在针对我们李家？哼，针对？我想你搞错了，我不是在针对你们李家，我是要把你们李家从蓝星抹掉，灭掉我李家！小子，你真以为有秦天龙在暗中帮你，你就能无法无天了？秦天龙，有本事就出来，别东躲闲藏的，让我见识一下当年海城第1强者到底有多强！老狗，你在这狗叫什么呢？我大师傅没来，对付一个小小的李家，还不需要我大师傅亲自出马。所以，那个先天境高手在你们之中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躲躲藏藏了。你是青龙鬼妻？秦天龙把青龙帮给这个小子了？怎么，作为先天境高手，只会藏在人堆里搞偷袭？老狗，小爷就在你面前，你是眼瞎了吗？你是先天境？我是什么境界，用得着和你说吗？父亲，您别被他骗了。这小杂种1年前还是个凡人，他不可能在1年的时间内晋升到先天境，肯定是有先天境强者隐藏在暗处的。这小杂种就是个诱饵。不管你背后的先天境是谁，只要把你拿下，他自然就会现身。我说你这老狗也真是有意思。我说了，小爷就站在你面前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你真是先天境！叶华，叶无道是来找你的，你别连累我们李家。你瞎说什么？他不是来找我的。叶华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和叶无道有什么误会？毕竟真算起来，你还是他小妈呢。把事情说开了，就没事了。李老头，你是真不懂，还是在这里装傻充愣？他干了什么事情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知道，燕华让你帮明远背锅，让你替明远坐了牢。我认为这些都是小事，都可以说得开，何必闹到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呢？哼，更何况你还是明远的哥哥，当哥哥的为弟弟挡下牢狱之灾，没什么不妥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出狱了吗？你杀了我李家护卫队这么多人，我觉得也够了吧。要说脸皮厚，你比叶海鹏那个老东西的脸皮厚多了。李艳华陷害我，让我无缘无故被判了15年。如果不是大师傅发现了我的武道天赋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你觉得这是小事？如果你觉得这是小事，那我觉得今天我把你李家血洗了这件事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李家护卫队的人都是你花钱养的狗，我杀几条狗，我觉得还不够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想要什么赔偿？哼，赔偿？你觉得我缺你那点钱吗？你李氏集团都已经是我囊中之物了，你拿什么赔偿？况且，你以为我今天来你李家就是为了报李艳华栽赃陷害的仇吗？哼！李艳华，你是不是忘了13年前你干了什么？还有你这个老东西，13年前不是你帮李艳华擦的屁股？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傻？哼哼！当初艳华说要留着你这个野种慢慢折磨，我就同意了。没想到13年过去了，你竟然成了祸患。当初是我太心慈手软了，你真以为晋升到了先天境就能在我李家耀武扬威了？给我死！你以为我李家能在海城排名第4，真就一点底蕴都没有？你是宗师境！
你是宗师境，这就是宗师巅峰的实力吗？吞药尽摄先天境巅峰有什么用？你以为先天巅峰就只是先天真气强大，没有足够强大的肉身，这股力量你发挥得出来吗？就算是宗师境巅峰，也不可能只凭精神力就压制住先天巅峰。你不是宗师境，你究竟是什么境界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别杀我！你想知道你自己的真实身世吗？想知道你就别杀我！留他一条命，把他带出来见我。你说我的真实身世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答应不能杀我，还要给我一笔钱，我就把你的真实身世告诉你。你认为你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本吗？世界上也就只有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世了，叶震山他都不知道。我也是在你母亲死后无意中调查到的，而且你母亲的死还另有隐情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吗？那个货车司机为什么会死在监狱里面？我李家在海城虽然有点势力，但是也绝对不敢去第一监狱杀人。别说李家了，就算是张建业都不敢。你难道对于那个货车司机的死就没有一点疑惑？你过来一下，我问你，当年撞死我母亲的那个货车司机是怎么死在监狱里面的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不过档案上记录的是，他是病死在监狱里面的。但是我们查过这个司机，他没有任何的疾病史，按理来说不可能在入狱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病死在监狱。而且这个货车司机入狱后没有任何的就医记录，当然也不排除是心脏疾病突然猝死。他不是病死的，他是被人杀死的。我当年害怕那个货车司机把我供出来，我去监狱看过他，他亲口和我说，他早就接到用车撞死你母亲的任务了，只是当时正好看到了我也在黑市发布了同样的任务，所以一并接了下来，这样就能做一个任务，获得2份钱。他早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，他是想把钱留给自己的妻儿，所以不会把我供出去。后来我去黑市查了关于你母亲的任务，我才发现了你母亲的秘密。等我再去监狱看那个货车司机的时候，那个货车司机已经死了。你说的这些都只是你的片面之词，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为了活命所以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我对天发誓，而且我有证据证明你不是叶震山的儿子。只要你答应不杀我，我就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。好，我不杀你，你说吧。叶震山有死精症，根本就生不了孩子。这一点你可以去查明远和叶震山的 DNA， 绝对没有血缘关系，因为明远是我和我初恋的儿子。叶震山自己都不知道他得了这种病。我之所以知道叶震山有这种病，是因为我发现17岁的明远越长越像我的初恋，所以我去查了叶震山的精子，这才发现他有这个病。我也是今年才知道明远不是叶震山的儿子。我又想起了当年我调查你母亲的时候查到的一些信息，我才意识到你应该也不是叶震山的儿子，我应该是杀错人了。你说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漏洞，既然我和叶明远都不是叶震山的儿子，那为什么我和叶明远长得这么像？因为你的亲生父亲和我的初恋情人是亲兄弟，按理来说你应该叫我一声叔母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你说详细点。18年前，那个时候我20岁，那一年海城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裂缝失守。有这回事吗？没错，那一年海城裂缝确实失守了，死了很多人，最后是除魔卫的几位创始人一起出手，才镇守住了裂缝世界。你继续说。有很多人来支援裂缝世界，而这其中就有我的初恋和你的亲生父亲以及你母亲。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吗？你母亲的气质非常好，那种气质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有的。其实你母亲是京城吴家的人，京城吴家有一位宗师境入门的强者，也算是顶级家族。当年叶震山是不是强暴了我母亲？我母亲当年是不是去找叶震山要抚养费，才被你发现叶震山和我母亲有一个孩子？没错，叶震山当年喝醉了酒，强暴了你母亲。不过当年你母亲不是去找叶震山要抚养费的，她是去找叶震山借钱的。那个时候她身无分文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只能去找叶震山。毕竟叶震山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儿。你说我母亲是京城吴家的人，那为什么我母亲不找吴家的人，反而要去找叶震山？还有，你到现在还没有说雇佣司机撞死我母亲的另一个人是谁？你母亲不是不想去找吴家，而是她不能，因为你亲生父亲的家族被人灭族了。但凡是和你亲生父亲有关系的人，全部都被杀了。
你母亲知道，一旦你回了吴家，不但会牵连到整个吴家，还会牵连到你，所以，她这些年带着你东躲潜藏。那你怎么没事？你的初恋和我亲生父亲不是亲兄弟吗？杀我母亲的人为什么没有杀你？我和我的初恋是地下恋情，没人知道。但是你母亲是从京城追着你父亲来到海城的。你母亲和你父亲其实也是暗地里相恋，所以你父亲不知道我和甄宇恋爱，我也不知道你父亲和你母亲相恋。所以，我父亲和你的初恋究竟是谁？他们家族得罪了什么人？不仅被灭族，就连他们身边的人都不被放过。你父亲名叫叶真化，我初恋是你父亲的弟弟，叫做叶真宇。他们兄弟俩是京城叶家的人，叶家得罪的是京城傅家。18年前，你父亲他们是被叶家人瞒着送到海城来的。两兄弟知道这个消息，你父亲叶真化先一步离开了海城。8个月之后，我的初恋叶真宇看到你父亲没有回来，也去了京城。1个星期后，我托人打探到，他们兄弟俩都死在了京城。当时我心灰意冷，才会选择听从我父亲的安排，在半个月后嫁给了叶振山。要不然，我怎么可能嫁给叶振山那个废物？我没想到，我嫁给叶振山的时候，已经怀上了真宇的孩子。你既然知道我母亲怀的不是叶振山的儿子，而是你初恋情人哥哥的儿子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顾心杀我母亲？这些事情我是后来才查到的，那个时候你母亲已经出意外了。我从货车司机那里知道你母亲的死还有其他人介入，才去查了你母亲的信息。而你是叶真华的儿子，我也是今年查出叶振山有死精症这件事之后才推断出来的。所以，你知道我不是叶振山的私生子，还让我去帮你儿子抵罪。这件事不是我主导的，是叶振山主导的。我知道你是叶真华的儿子，我就没有想过要针对你了。是叶振山说，现在这种撞死人肇事逃逸的案件要很多钱才能压下，正好你又和明远长得像。叶振山说，制造一点假证据让你替明远坐牢，能省下很多钱。我没办法，所以也没有反对。你说的京城叶家是当年京城惨案的那个叶家，傅家是傅英龙所在的傅家。你也知道京城惨案？哼，我当然知道。可不只是叶家被灭的，我李家还有胡家、陈家4大家族全部被灭族了。这京城惨案是怎么回事？说是京城惨案，其实是龙脉争夺战。当年傅应龙卡在宗师境很久，所以想要抽取进攻地下的龙脉之力，晋升宗师之上。叶家、胡家、李家、陈家是守护龙脉的4大家族，誓死不从。于是4大家族开始和傅家开战，但是4大家族没有一个宗师巅峰，即便是联合起来，也不是傅家的对手。最后的结果就是龙脉被傅家夺走，4大族被灭族，只有少数人被提前送了出来。但凡是和4大家族有关联的人，也全部被杀了。我就是李家当年送出来的人，为了躲避傅家的追杀，我一路逃到了海城，认识了秦帮主。这个傅应龙18年前就被困在宗师巅峰很久了，那他应该是除魔卫的几位创始人之一吧？傅应龙确实是除魔会的创始人之一，他和李成化还有杜渊被称为武道界3大绝世高手。那看样子你到时候得和我去一趟京城了，我倒要看看这3大绝世高手究竟有多强。等处理完海城的事，我们就去京城。是，帮主。那他怎么办？杀了吧。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，你不能杀我！我只说了我不杀你，别人要杀你，我可管不着。求你放过明远，他……不好意思，我不能放过叶明远。杀了你们李家这么多人，叶明远留着就是个后患。就像你当初不杀我一样，我也成了你们李家的后患。我可不想重蹈你李家的覆辙。帮主，都处理干净了，出发，去张家。刘少爷，一别10年不见，您竟已经先天大成了，恭喜恭喜！张家主客气了，我耗费了刘家这么多资源，要是还没有晋升到先天大成，那就对不起2位爷爷的栽培了。我接到你的信息，闭关一结束，就立马赶过来了。我听说秦天龙也要晋升先天大成，而且马上要出狱了。没错，我上次和他在裂缝世界起了冲突，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气息，应该是快要晋升先天大成了。麻烦您出山。您也知道，监狱那边都是除魔卫统领在看管的，我一个先天境大成，还没有那个能力闯入监狱杀人，所以只能给您发信息，让您过来一趟。关键是，我查到秦天龙这些年在裂缝世界杀了很多妖兽，积分只差20多万，就能晋升到黄金除魔卫了。你也知道黄金除魔卫的分量，到时候他要真是晋升到黄金除魔卫，我们就不好动手了。那还真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。黄金除魔卫，就算只是先天境，我们也不好动他。看样子
当年让他逃到了第一监狱，反而是给了他复仇的机会。至于你说的王鹏文，我知道这个人，这个老家伙以前和秦家有点交情，为了一个秦天龙去得罪他，确实不划算。不过上个月就是各地除魔卫统领调动的时间，他应该已经被调走了吧？海城新来的除魔卫统领是谁？叫苏前明，据说是宗师境小城的高手，只是他来海城快1个月了，还没有正式露过面。我给他发了几次邀请函，都是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原来是他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刘少爷，认识他？当然认识，他和我小爷爷是老朋友。他这人就是这样的，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。他去一个地方任职除魔卫统领，都是在那里修炼1年，然后就离开，从来不和当地的家族有往来。要不我喊他过来坐坐？算了，还是不麻烦了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以后说不定你和他还要打交道呢。放心，我小爷爷现在也晋升宗师小城了，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我的。估计正在修炼，等明天我约他过来坐坐。好。家主，有人强闯青龙山，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？什么人强闯青龙山？不知道，是山脚下的暗哨用对讲机跟我说的，说是有大概10多个人从山脚下闯了上来，山脚的暗哨对他们进行拦截，没拦住。护卫队的程队长已经下山去拦截了，但是现在3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任何消息传来，我意识到不对劲，所以才来向您汇报。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的，敢来我张家撒野？刘少爷，我去处理一下，您稍等一下。爷，一起去看看，什么人敢闯海城第1家族的地盘？刘少爷，您谬赞了，没有您的提携，张家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，那就一起去看看。撤，往后撤！叶无道、李怀，这是秦天龙在第1监狱收的弟子。不过据我所知，他被判了15年，现在他才坐了1年牢就出来了。应该是秦天龙帮他杀了不少妖兽，让他提前出狱了。他身边那个中年男子，是当年海城第1军师青龙鬼妻，外号赛诸葛。哦，他就是赛诸葛啊，我听过他的名字。据说当年你们张家覆灭青龙帮的时候，这个人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阻碍。当年他一招引军入窝，差点让我死在了海城空间裂洞外面。还好我当时已经晋升了先天大成，这个李怀漏算了这一步，我才堪堪翻盘。当年我打了他一掌，让他经脉寸断，以为他会命不久矣，没想到竟然活到了现在。秦天龙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躲躲藏藏了。你选择今天来张家，是知道我来张家了吗？出来让我看看，你这个当年的海城第1高手，晋升先天大成之后，究竟有多强？秦天龙，躲在后面不敢出来是什么情况？难道你以为凭这些土鸡野狗就能对付我了？还是说你看到我在这里，你怕了？喂，你这个娘娘腔在这喊什么呢？我大师傅还没出狱，不用狗叫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我叫你娘娘腔，你是耳朵聋还是怎么了？这么近的距离你听不见？一个大男人捏着嗓子说话，你也不嫌丢人？小子，我要你死！刘少爷，这小子嘴臭得很，等我把他抓过来，扇烂他的嘴。不用你，我自己来。我去，你还真是娘娘腔啊！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他刚才用的招式好像是葵花宝典吧？确实是葵花宝典。据我所知，修炼葵花宝典虽然不需要自宫，但是修炼之后会完全丧失男人的能力。你为了变强，还真是不惜代价呀！小子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真以为先天巅峰就能在我面前嚣张？刘少爷，您没看错吧？他是先天巅峰，不可能啊！我调查过他，1年之前他还只是个凡人。上次我在裂缝世界看到他，他也不过是个断体境而已。就算他拜了秦天龙为师，也不可能在1年时间内从凡人晋升到先天巅峰啊！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老杂毛，你叫错了吧？你怎么能称呼他为刘少爷呢？你应该叫他刘小姐啊！不管他是真的先天巅峰，还是装神弄鬼，我们一起上，拿下他！我要让他知道嘴臭的代价。上次你在裂缝世界说的话，能再说一遍吗？你是宗师巅峰。哼，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，等我解决了这个老杂毛，我再和你算账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晋升到了宗师境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我背后站着的可是刘家。刘少爷，
可是刘少柏宗师的嫡长孙，现在刘少松宗师也已经晋升到了宗师境小成，两位宗师联手，就算是宗师境巅峰也要忌惮3分。你就算是宗师境巅峰，动了我和刘少爷，刘家2位宗师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是不是修炼把脑子练傻了？还是说你年纪大了，老年痴呆了？你身边这位刘家嫡长孙都还没说话呢，轮得着你搬出刘家来吓唬我？你不会真以为2个宗师境小成就能和宗师境巅峰抗衡吧？要不你问问你身边这位刘家嫡长属，我让他打电话给他2个爷爷，你看他爷爷敢不敢来？刘少爷，要不给2位宗师打个电话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当年你是怎么对付青龙帮的，我就怎么对付你们张家。其实大师傅说要亲自来灭了你们张家，但我后续还有事要去办，所以就提前帮大师傅报了仇算了。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？遗言？杀人者人恒杀之，作孽者天恒诛之。我这些年把张家抬到海城第1的位置，杀了不少人，也造过不少孽。我早就猜到过，会有报应降临到张家头上，只是我没想到，这报应会来得这么快，而且就落在了我头上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所有张家子弟听好，能跑一个是一个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觉得就你们张家这些废物，能从我手中逃走吗？杀，一个不留。我打个电话可以吧？站着别动，动一下我让你死。怎么，要找你2个爷爷过来送死？那好，你打吧，随便你打。苏爷爷，我就在海城市，听说你在海城市当除魔卫统领，有件事想麻烦你。哦，在海城还有你摆不平的事？我遇到了一个宗师境巅峰，正在张家杀戮，他还要杀我，您能不能动用那些武器？你说的宗师境巅峰是不是叫叶无道？苏爷爷，您认识他？天元，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这叶无道不仅是宗师境巅峰，还是新晋的黄金除魔卫。你要是想活命，还是赶紧给你2个爷爷打电话吧。你脑子坏掉了吧？让我拿那些武器去对付叶无道？先不说那些武器能不能杀死叶无道，我拿着那些武器对付一个黄金除魔卫，我不是找死吗？爷爷救命！我在海城青龙山张家别墅，有人要杀我。什么人？一个宗师境巅峰，叫叶无道，听说是新晋的009号黄金除魔卫。你等着，我和你小爷爷马上就来。你还真敢给你那2个爷爷打电话啊？不过也好，省了我的事儿，我不用单独跑一趟魔都了。哟，还喊来了帮手。你早就知道你的2位爷爷会喊来帮手是吧？你觉得如果你爷爷请来的帮手不是宗师境巅峰，他们能打得过我吗？你就是叶无道，你怎么这么年轻？问别人之前是不是要自我介绍一下？我是少白，我旁边这位是魔都除魔卫统领陆宗师，在旁边的是我弟弟少松。就你们3个，你的口气是不是大了点儿？宗师境巅峰虽然已经站在了武道顶端，但也不是无敌的。我们3人联手，你不一定是对手。我知道你是009号黄金除魔卫，虽然我查不到你的具体信息，但是陆兄告诉我了，除魔卫系统确实多了这么号人物。只是我不知道，你为何要针对我们家天元？身为宗师境巅峰的强者，对付一个只有先天境大成的晚辈，不觉得有失体统吗？有失体统？10年前，你们刘家跨越上千公里来海城帮着张家对付青龙帮，就不失体统了？再说了，我今年才18岁，你孙子已经30多岁了，按照年龄算，他也不是我的晚辈吧？如果按照修为来说，你们3个人都是我的晚辈，怎么晚辈见到长辈不用行礼吗？你是青龙帮的人，所以你今天是在为青龙帮复仇？要不然我是得了失心疯，非要杀你孙子。我不知道你和秦天龙是什么关系，但是秦天龙难道没有告诉你，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帮张家灭了青龙帮？我刘家在蓝星联邦也算是顶级家族，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。当年秦天龙的儿子一脚废了我孙子，让我孙子变成了伪男，只能修炼葵花宝典。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我孙子报仇？再说了，当年我们也没有亲自动手，只是让我们刘家护卫队出手罢了。真正覆灭青龙帮的还是张家。刘家和青龙帮的事情我知道，当年是秦天龙的儿子先动的手，差点让刘家绝后，刘家才加以报复。
如今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现在覆灭青龙帮的罪魁祸首张家也被你灭了，我从中调和一下，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你看如何？哈哈，你从中调和一下，你算哪根葱？在下宗师境大成，是魔都除魔卫统领。如果你不知道魔都除魔卫统领意味着什么，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。魔都的除魔卫统领是固定的，不会每一年都进行轮换，只有实力强悍之人才能担任几个重要裂缝城市的除魔卫统领。如果你不认识我，那想必也认识我师兄。我师兄是傅英龙，蓝星3大绝世高手之一。如果你不说你师兄是傅英龙，你今天还有可能保住你这条小命。但是你今天既然这么说了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今天你们3个都要把命留在这里。你和我师兄有仇？哼，其实我和他在今天之前都没仇，但是今天之后就算有仇了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我是当年京城龙脉正德战中被灭族的叶家子弟。我母亲的死，有一半的程度是因为傅家。没想到你竟然是京城叶家的余孽！一起动手！今天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们3个死！来得好！都回头，不要靠近！宗师境强者的对决，后天境卷进去，脑子都要被精神力搅碎。宗师境巅峰也不过如此，你真以为自己是3大绝世高手吗？玩也玩够了，该送你们上路了。陆兄，别用精神力和他对抗了，这小子不是宗师境巅峰，他也是半步宗师之上。这小子才18岁，晋升到宗师境巅峰就已经够离谱了。就算他是武道圣体，他也不可能晋升到半步宗师之上啊！陆兄，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，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余力，赶紧弄死他，要不然我们3个都要死！一起上！上！来得好！少松，小心排云掌！双重透进，离体，各跑！少松，你一个宗师境大成，还没有一个宗师境小成聪明呢。你觉得你能跑得掉？帮主，刘天元要跑！你觉得我会把你忘了？都解决完了吗？我们查过了，张家还有几个嫡系今天没有在场，其中就包括张建业的2儿子张元林。张元林，他没在，很奇怪。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张家今天宴请刘天元，张元林是到场了的。但是我们刚才对着张家名单核实了一下死在张别墅的人，没有看到张元林。其他几个张家嫡系，我们已经查到了他们的下落，唯独这个张元林，我们动用了所有的情报网都没有找到他。情报显示，他今天进入青龙山之后就没有再离开。你们检查仔细了吗？张家别墅内有没有暗间？他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了？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了，连张家酒窖我们都去过了，没有发现张元林的踪影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看看。奇怪，刚才那是什么波动？老鼠？奇怪，没什么，能挡住精神力的渗透。所有人，跟我来地下室。走。这东西不仅能隔绝精神力查看，而且质地坚硬，到时候让李怀再给你买一把。帮主，这暗道有些怪，看起来不像是这些年开凿的，这些开凿的痕迹起码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说不定上千年都有了。你们青龙帮以前在这里的时候，没有发现这条暗道吗？那时候我们在青龙山上并没有建造别墅，也没有挖掘出地下室。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这里来了。当年父亲让我建造这个别墅的时候，我挖到了这个暗道，就连父亲都不知道别墅下面还有这样一个地方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哈哈哈！这里可是上古祭天之地，是通往天界的入口。只不过这个祭坛只使用了1次就被掩埋了。我也是查了好久的资料才查到这些。叶无道，等我飞升天界，修炼有成，归来之时就是你的死期。快了，我就要飞升天界，成为神仙了。帮主，他疯了，我去杀了他。他脚下的这个祭坛有古怪，给我一种危险的感觉。哈哈，成了，成了！
都小心点！不，这不是通往天界的路吗？你是谁？退出去！所有人退出去！咦，竟然还有一个凝液境的小家伙，这么年轻就是凝液境，你的武道天赋很不错，正好占据你这具肉身，我也不亏。还敢动手，勇气可嘉，3重透镜，小子，你这悟性也不差。没想到我白旭刚刚出来就能遇到这么好的炉底，张三丰，你千算万算也没算到这一步吧？待我将这具身体占据，我就去灵界找你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是万魔门门主白隼道人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竟然还有人记得我，很好。作为奖励，我决定收你为我出关之后万魔门第1个弟子。他是万魔门门主，传说中最后一个陆地神仙张三丰的一生之敌，那不是400多年前的人吗？我在李家的时候看过一本古籍，上面记载的就是他和张三丰的事情。不过，在那本古籍的记载中，他是被张三丰杀了的。他自创的玄冥神掌，能让人身中寒毒，就连张三丰也无法化解。还有绝世高手李成化修炼的魔云掌，也是他创造出来的武技。没想到我的大名竟然能流传到400年之后。不过他张三丰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了？一个无胆境而已，也敢称自己为陆地神仙，搭建了这座祭台，他能封印得了我？所以你是被封印在这里的。这里根本不是什么通往天界的路，是张三丰封印你的祭坛。只不过我有一个疑问，你是怎么在没有肉身的情况下活这么久的？张元林说他查过资料，这是通往天界的路，那些资料难道是你伪造的？哼，你境界不到，跟你解释你也听不懂。这祭坛确实是通往灵界的路，只不过没有被激活而已。这个叫张元林的查到的资料没有错，只是他不会激活而已。哼，而且想要激活通往灵界的路，就必定会被我夺舍，除非他的境界远超于我。小子，别那么多话，乖乖把身体让给我，我会带着你的身体纵横四海。武道意志化形，原来你晋升神变境了。魔云掌，张三丰，你这个畜生，临走前还要阴我一手。如果这具身体再强一点，我就能破开这武道意志的化形了。小子，你给我进来，乖乖把身体交给我，有了你的身体，我就能出去了。你是有什么毛病吗？让我自己走进去，把我的身体给你？你怕不是被封印了400年，被封印的傻了吧？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，等我有实力解决掉你，我再来。小子，想走门儿都没有！帮主，你能撑得住吗？你们先走，我能走。这老家伙出不来，只能用精神力对付我，我还扛得住。小子，你要想去灵界，这里是必经之路，我就不信你不回来。我们那个时代都没有完整的修炼功法了，我就不信你能修炼到无胆境，你逃不掉的。我就在这里等着你。把这个暗道封了，地下室门口用钛合金堵死，任何人不能进来。以后这里就是青龙帮的总部。李怀，你利用手上媒体宣布一下，青龙帮正式回归，然后把叶家、李家、张家的资产全部收拢过来，然后把他们9个人的职务划定一下，准备步入正轨。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出发去京城，去找人过来把这里封了，然后你们找人把上面的尸体清理一下。叶明远那边我们还去吗？我一个人去就行了，你忙青龙帮的事情。灵界，你是什么人？来这儿干什么？不是武道学院的学生，不要在这里逗留。千万别找我麻烦，千万别找我麻烦！这位同学，你知道叶明远在哪个宿舍吗？你不是我们学院的学生。我叫叶无道，是叶明远的堂哥。叶明远在后山静心湖给他女朋友庆生，我也是刚从那边回来，现在应该还没散场。你现在赶过去的话，应该还能碰到他。叶明远，我还没有答应做你女朋友。现在的这个场面，你别太得寸进尺了。你今天要是不当我女朋友，你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不想当我女朋友，你可以不来啊。你为什么要来？是阿欢说要过生日让我来玩，我不知道是你要给我过生日。陈思敏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老子追了你几个月了，你不是躲，就是藏。我告诉你，老子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别以为有老师护着你，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。逼急了，我直接把你绑了，霸王硬上弓。现在我还给你一个名分，等到了我绑你的那一天，你就变成一个贱货了。你听明白没有？思敏，你就从了叶少吧。叶家可是海城排名第7的家族，叶少的母亲是李家的小姐，李家你知道吧？就是海城排名第4的那个李家。你跟了叶少就真的是吃喝不愁了，还有修炼资源可以拿。叶明远，放开思敏！王子娟，你还真
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思敏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练功练得有些晚，来迟了。王子健，你找死！思敏，你往后退。王子健来了，有好戏看了！来来来，我开盘，你们看好谁，到我这里来下注。王子健，有本事就和我打一场，谁打赢了，陈思密就是谁的。你这么东躲闲藏，还是个男人吗？都给我住手！院长来了，快撤，快撤！哎，你个狗日的，开了盘你就想跑？我可不想被抓，大半夜的被抓去练功房练专攻，这简直就是无妄之灾。我先走一步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打起来院长就会来。扫兴！谁？叶明远，好久不见。怎么，你很吃惊？你怎么出狱了？拜你所赐，我对你可是日思夜想啊。我想，我们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你在我身上搞了什么鬼？还不赶紧放开我！你是谁？你不是我们海城武道学院的学生吧？你大晚上的闯入海城武道学院，意欲何为？我和他有点私事要处理，就不劳烦你这位院长多管闲事了。你是宗师境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宗师境？我为什么不能是宗师境呢？不过，我似乎没有必要和你解释那么多。我今天来这里，主要是想和你了结一下11个月之前你害我入狱这件事，顺便送你和你父亲、爷爷团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把我父亲还有我爷爷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送他们去下面团圆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母亲，我也一并送到下面去了。现在，你们一家人就只差你一个了。我还是不耽误时间了，免得你追不上他们，一个人会孤单。这位宗师境强者，我不知道你和叶明远是什么仇怨，但是这里是武道学院，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。武道学院上面可是杜渊。废话真多，我叫叶无道，你告诉杜渊人是我杀的，让他来找我。杀人了！子健，你去干嘛？这位宗师，我想拜您为师。你为什么想拜我为师？因为您很年轻，您很强，我感觉跟着您，我会变得更强。不过，我现在暂时不能收你为徒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。你要是愿意等，我就暂时收你为记名弟子，然后你去青龙山找一个叫做鬼妻的人，让他手下的9位后天境强者教你。我愿意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先走了。子健，你真的要拜他为师？真的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拜他为师，我未来的前途才会更加光明。你支持我吗？我支持你。妈，儿子有出息了，您看到了吗？3天之后，我就带着你去吴家，让你在吴家好好安息。您放心，我会亲自把傅庸龙的头颅切下来，给您报仇。你联系一下迁坟的师傅，来一趟海城骊山，把我母亲的棺木抬出来。3天之后，我要带着我母亲的遗骸去京城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帮主，今天凌晨您给我打电话之前，青龙山来了一个叫王子健的人，说是您的记名弟子。你安排他在你手下的9个后天境下面历练一段时间，等我们从京城回来，我再看要不要收他为弟子。我还想着出狱之后和你联手灭掉张家，没想到你一晚上就解决掉张家了。所以你接下来是打算去京城处理你母亲和你亲生父亲的事情。3位师傅，你们要不要跟我出去？我暂时就不出去了，我马上就要晋升黄金除魔位了。等我晋升到黄金除魔位那一天再说吧。而且你强行带我们出去，影响不好。虽然你现在实力强悍，但一些专门针对武者的大型武器还是能对你造成威胁的。你现在没有必要为了让我们提前出狱，和蓝星联盟闹僵。没错，
我在这监狱待着挺舒服的，有吃有喝，还有积分可以拿。我暂时也不想出去，等秦老出去的那一天，你再来接我吧。倒是你三师傅，他女儿现在都没有音讯，他或许想要出去。我一个人出去找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让青龙帮帮我找。那3位师傅好好休息，等我从京城回来，再来看你们。去了京城小心点儿，京城可不比海城，那里是蓝星各大顶尖家族的汇集地，而且那里有很多大型武器，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些武者乱来。我知道的。我一个人去吴家就行了，你去打探一下傅家和万法宗的消息。叶先生，这里就是吴家，你把棺材帮我移下来，你就走吧。谁啊？大清早的敲门。那棺材是你的吗？谁让你把棺材放在这里的？赶紧把你的棺材拉走！你们吴家就是这么教你说话的？嘿，你这人可真奇怪，大早上的拿一副棺材堵在我吴家门口，你还有理了？你是不是找茬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轮得到你这个毛头小子在这里撒野吗？小宽，这大清早的，你在门口唧唧歪歪说啥呢？马上到练功时间了，你赶紧进来，等一下爷爷要罚你，我可不帮你说话。姐，你快来，这里有个人拿着棺材堵在我家门口。我叫叶无道，这棺材里面装着的是我母亲的遗骸，我母亲叫吴娟，你们应该认识。吴娟，我们吴家没有这个人，你找错地方了。你如果不认识，可以让你的父母过来。我很确信，这里就是吴家，是我母亲所在的吴家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认亲的，我只是想让我母亲落叶归根。我说了，这里没有一个叫吴娟的，你找错地方了。你赶紧走，要不然我要叫人了。你赶紧去喊父亲他们过来，就说有人闹事。小玉，你让开。是，父亲。我叫吴义海，是当代吴家家主。我不知道阁下是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的，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没有一个叫吴娟的人。既然你不认识，那就让你父亲过来。放肆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大早了的把棺材堵在我吴家门口，放在以前，你早就死了800遍了。我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不想和你计较，赶紧滚！你们这么焦急地否定我母亲是你们吴家人，是害怕傅应龙吗？你小子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赶紧走，再不走，我真的要动手了！我就站在这里，有本事你就动手。小子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我吴家。你这吴家家主只是后天巅峰，吴家号称是有宗师境坐镇的顶级家族，怎么没落到这种地步了？啊！你是钱天境！放开我父亲！来我吴家闹事，你是想找死？既然你们认为我是敌人，你们就一起上啊！父亲，爷爷，这位小友，清晨堵在我吴家门口闹事，有些霸道了吧？你是？老夫吴保国，是吴家的掌权人。我此次来吴家只是寻求一个说法，不会攀附你们吴家。你们吴家貌似也不够格让我去攀附。我母亲吴娟就是你们吴家之人，怎么你们现在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敢认了？难道你们就这么怕傅应龙？当年的龙脉争夺战，你们吴家也没有参与其中。现在我母亲已经死了，傅应龙也不会再找你们的麻烦了吧？这位小友，我想你真的是搞错了。我们吴家从来没有过一个叫吴娟的人。你母亲如果没死，今年应该已经将近40岁了吧？40多岁和我儿子他们是一辈的人，可是我儿子他们这一代就只有3个男丁，从来没有女娃。可是刚才你孙女的表情告诉我，她知道吴娟这个人。吴小鱼，你和这位小友说我们吴家有吴娟这个人？爷爷，我没有说啊，我和他说的是我们吴家没有吴娟这个人。小友，你也听见了吧？我们吴家没有吴娟这个人。我看你年纪轻轻已经晋升先天之境，武道天赋也是极佳，所以才耐着心思和你解释。如果你还是要在这里闹事，那就怪不得老夫对你动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领教一下你的实力。你是宗师境？你们吴家的宗师境呢？让他出来见我。义海，快去找你爷爷过来！
他要欺负我们吴家。小贼，敢来我吴家撒野，还不束手就擒！醒来，你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杀了他！你就是这么对自己父亲说话的，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是你的父亲？那你如果不是他的儿子，那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又会出现在吴家？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？还是说你们都不是吴家的人？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上，都给我上，把这个小子给我弄死！谁要是想死，就动一下试试。从现在开始，每隔1分钟我就杀一个人，直到有人能说出事情的真相，你们所有人才能离开。你们也可以试一下能不能逃跑。我说，你要是敢说，我要了你的命！现在没人打扰你了，你可以说了。他不是我父亲，他是我堂叔，是我二爷爷的儿子。他是你堂叔？那你喊他父亲，你逗我玩呢？你最好别说假话，要不然死的人第一个就是你。他确实是我堂叔，他入补吴家之后，就让我们所有人喊他父亲，喊他爷爷，其他人可以作证。你继续说。你既然知道18年前的京城龙脉争夺战，那就应该知道当年被复兴龙灭掉的4大家族。这4大家族，每个家族内都有宗师大成的强者坐镇。可即便如此，4大家族依旧惨败。4大宗师大成对战傅英龙，全部被傅英龙斩杀。那段时间，整个京城人心惶惶，所有人都不敢和4大家族扯上关系。而这个时候，爷爷发现吴家竟然和4大家族中的叶家扯上了关系，傅家的人登门要人，而这个人，就是你的母亲吴娟。爷爷怒气不胜，怒火攻心，精神失常。本来这件事儿我们瞒着大家也就无所谓了，可是好巧不巧，这个时候在外游历多年的吴保国突然回来了。那时候我父亲看吴保国是先天小成，就让吴保国暂时主持家里的事情。我父亲则亲自去了一趟海城，想要找回你的母亲。你说你父亲去找过我母亲，我怎么没有印象？那个时候你才只有几个月大，迫于京城这边的压力，我父亲只是和你母亲匆匆见了一面就回来了。而且因为傅家对吴家的监控，我父亲也不敢给你母亲的银行卡打钱，只是把身上带着的10万块钱给了你母亲。我父亲的打算是，等这件事情的风暴平息之后，就接你母亲和你回吴家。这件事一直持续了5年，依旧没有平息。傅迎松龙这个人心素歹毒，手段残忍，不想给自己留下后患，疯狂追杀和4大家族有关的人。整整5年时间，我们吴家一直提心吊胆，所以一直没有去接你母亲。也就是在第5年，父亲从侧面打听到傅家找到了你母亲的下落，准备弄死你母亲。父亲知道这个消息，焦虑不安，最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瞒天过海。他找了一个女性死刑犯当替死鬼，让那个货车司机把那个替死鬼撞死，然后利用手上的资源修改了当年的验尸报告，让傅家以为你母亲已经死了。所以我母亲没有死。你母亲确实没死，这么多年一直是我在照顾她，毕竟她是我的亲妹妹，是我父亲的亲生女儿。即便你母亲再不争气，我父亲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杀害。没死，没死，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母亲没有来找我？这就要说到吴保国了。当年父亲的打算是，等过了那一阵的风头，就去海城把你接回来，让你和你母亲团聚。其实当年你进入孤儿院，也是父亲一手操办的，就是怕你丢了。可是父亲做的这一切，正好被吴保国知道了。那个时候，吴保国已经在吴家待了5年，我们所有人都以为吴保国是回来帮吴家稳定局势的。然而，我们所有人都被骗了。吴保国回来看到爷爷精神失常，就想着夺取吴家的控制权。5年的时间，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在我父亲的食物里面下毒。知道了我父亲做的那一切之后，他威胁我父亲，让我父亲交出吴家的掌控权，否则就把我父亲做的一切都告诉傅应龙。我父亲那个时候才知道吴保国的狼子野心，想要解决掉吴保国。可是父亲中毒太深，先天巅峰的修为被废了一半，最后被吴保国狠心杀死。杀了父亲还不够，为了真正的掌控吴家，吴保宁把我另外2哥哥和我母亲也杀了，只留下我，还有小鱼他们这一辈人，并且从他夺权的那一天起，就让我们所有人叫他父亲，叫他爷爷。那吴保国为什么没有杀你？
因为我是我们这一辈最小的，在吴保国看来，我是最好控制的。而且，我是嫡系，我有吴家的继承权，他只是我二爷爷的儿子，是没有吴家继承权的。他需要一个正统的吴家嫡系来撑起吴家的门面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吴保国需要一些吴家后辈存在，因为吴保国早年在外闯荡，惹了不少仇家，妻儿都死光了，他没有任何的后裔，他需要我们这些人天天在他面前卑躬屈膝，来满足他的虚荣心。你是不是有心理问题？那我母亲现在在哪里？我母亲这些年不来找我，是因为被吴保国控制？没有，那个时候吴保国杀了我父亲，我知道事情不对劲儿，所以就把你母亲转移到了一个公寓内，请保姆看着她。后来吴保国发现你母亲失踪了，还逼问了我们很久，让我们交代出你母亲的下落。是我一口咬死，说你母亲是被我父亲藏起来的，其他人不知道你母亲的下落。至于你母亲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来找你，等你见到你母亲你就知道了。我这么多年一直被控制着，都不敢在家里提及你母亲，更别说带你母亲去海城找你了。而你母亲没有单独去找你的能力，就只能这么拖着。所以，就是这个畜生，让我和我母亲相隔两地，13年无法见面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你二爷爷。二爷爷，别说你就是个二爷爷了，就算你是我亲爷爷，你阻止我和我母亲见面，我也饶不了你。既然如此，带我去找我母亲。那你这棺材怎么处理？这既然不是我母亲的遗骸，你就让人处理了吧。但是，你最好不要骗我。如果这里面就是我母亲的遗骸，而你刚才说的一切都是骗我的，那你应该知道，你会是什么结局。我知道，你跟我走吧。身为吴家家主，你就不能给我母亲住好一点的地方？我不是不想给她换地方，是她自己不愿意换地方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里是你母亲和你父亲打造的甜蜜小屋。他俩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，高中的时候发展成恋人关系，偷偷摸摸瞒着家里人，在这里租了一个小公寓。那时候，这里还没有这么老旧。吴先生，您来了，快请进。燕姐，我妹她还没醒吗？应该还没醒，这几天她晚上睡眠不好，说自己总是梦见儿子，想要去海城看看。我也正想和您说这件事呢。我看小娟最近状态不好，要不我带她去一趟海城吧。燕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叶无道，是我妹的儿子。无道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王燕，以前是我们吴家的佣人，后来我让她来照顾你母亲，她已经照顾你母亲13年了。您好。你就是小娟的儿子，都长这么大了，你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你妈念叨你，念叨了13年，天天抱着你小时候的照片，以泪洗面。吴先生，是你把她接过来的吗？小娟要是知道她来了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燕姐，你先去买点菜，我和吴道要和我妹单独聊一下。好，我这就去买菜去。小娟儿，醒了吗？哥，我醒了，你进来吧。是小鱼吗？你又带小鱼来哄我开心了。小娟，你转过来，看看我带谁来了。甄嬛，是你吗？甄嬛，你回来了。甄嬛，你还是这么年轻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是我是吴道。吴道，我的吴道，我的儿啊！吴道，我的吴道啊！吴道，你真是我的吴道，像，和你父亲太像了。儿啊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您别激动，稳一稳。吴道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妈，我不苦，只是想你。哥，是你把他从海城带过来的吗？我可没有这个本事，是他自己找过来的。他现在是宗师境强者，带着当年替你假死的那个死刑犯的尸体堵在了大院门口。他把吴保国杀了，吴家现在解放了。吴道，你今年才18岁，还要过10天才是你19岁的生日，你是怎么晋升到宗师境的？没什么，一点机缘巧合。妈，你这腿是怎么了？没事，一点小毛病。小娟，你就告诉他吧，反正他迟早也是要知道的。当年你爷爷把我强行带回京城，我因为太想你了，就想从吴家逃出去。结果那天我从楼上翻窗户下去，脚下打滑，摔了下去，骨头没事，
但是神经受损，慢慢发展成了神经坏死，最后变成了瘫痪。如果不是我动不了，我早就去海城找你了。妈，没事，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？您放松，我帮您看一下腿部的情况。妈，这是10种乳液，可以帮你恢复受损的经脉。以你的经脉受损程度来看，2滴就能完全修复了。不过这10种乳液1个月只能吞服1滴。吴道，这是传说中可以提升修炼速度的10种乳液。吴道，我感觉我的脚好像有知觉了。妈，这10种乳液的效果会持续发挥，等再过几天，你应该就能勉强站起来了。吴道，谢谢你，妈欠了你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还要用你的东西来治病。你是我妈，你生我养我，如果不是因为傅家，我们也不会分开。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妈，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？没什么。妈，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叶真华还没死？没有。妈，你告诉我，没事的，我现在的实力不需傅应龙。没有，你父亲18年前就死了。